Hello， 大家，米娅塔罗开课咯。米娅塔罗现在有线上的占卜课程了。这一堂课呢是给新手或是对塔罗曾经有接触，但是还没有完整头绪的人所开设的。在这一堂课中，你不仅可以开启连结神秘世界的通道，也能够发展成第二专长，帮助别人变成你的副业。那这一堂课呢，分成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从踏上塔罗的魔法旅程开始，介绍塔罗的起源、塔罗的神秘背景、Major Arcana、Minor Arcana， 还有如何呢和你的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让你的牌拥有专属的能量。第二个部分呢是解读塔罗的神秘语言，我们要如何去解读塔罗牌，去听见塔罗牌的对话呢？有直觉的解读法跟理性的解读法。那在这一堂课中，不是要让大家死背硬记，而是透过直觉力的开发，让大家可以跟塔罗直接建立能量的连结，你的解读就可以更加的顺畅，更加的精确。接下来第3个部分就是实战演练了，3张牌、5张牌，以及如何用塔罗的牌阵从爱情、人生到事业各方面去实战的解析，透过这些实际的案例、实际的演练，让大家在学完之后可以直接的去运用。那最后一章呢，也就是整个课程的一个亮点。这堂课呢，结合了塔罗跟丰盛能量，还有吸引力法则，让大家可以透过塔罗转化限制性信念，开启内在的丰盛，吸引更多的机会跟财富。也就是说，这门课不单单是要教大家塔罗占卜，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可以用塔罗来探索自己，吸引丰盛。无论你是新手或者是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这门课都是一个很好的入门砖。那目前呢，这门课正在预购优惠中，预购结束之后呢，价格会调涨，请大家赶快把握哦。课程的连结在资讯栏或是置顶留言都有，或是大家也可以扫 QR code 进来看哦。Hello， 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一下新的一年哦，在这个新旧能量转换之际，你们会有什么一定会发生的好事在你们身上呢？以及新的能量会给你们带来什么样子的变化呢？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朋友哦，来对应一下你们现在的状况哦。好，第一张牌是失落。第2张牌是你哦，第3张牌是这个秘密。好，我们先看一下这3张牌哦。首先呢，我觉得18哦，数字18，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可能过去经历了某一个失落的一个过程哦，它使你必须要放手。这里呢，在这个眼睛下方还滴了几滴泪。那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你们放手的可能是一个感情哦，一个过去你曾经很爱过的人，或者是曾经暧昧过的对象哦。那有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放弃的是一个环境，你过去曾经很喜欢，然后也就是也是自己去积极争取而来的那个环境。但是现在那个环境已经不适合你了，你觉得你必须要离开。所以有一些朋友，我觉得在这个失落的过程中，你内心有很多事情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子的去表达。这个失落我觉得更会集中在是某一段关系，你觉得你跟某一个人的距离正在增加哦，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回复到那个曾经拥有的关系中。那这个距离或者说这个失落的感觉，有可能是你跟你自己
的灵魂，你觉得你越来越不能够去看见自己真实的情绪。好，有一些朋友，你们过去有一段时间真的是活得比较压抑啦，好像每一天都是努力的在撑过这一天，好，这一秒钟，这一个小时。其实这张牌啊，宇宙想要告诉大家哦，无论如何呢，就是无论你现在的这个失落给你造成什么样子的打击，或什么样子的难过，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压力哦，只要活过今天哦，明天就会有新的希望。而且他告诉你说，你看哦，这边有开花，不要忘记说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是有爱你的人，你们不要放弃对外求助哦，不要把自己逼到绝境哦。事实上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过去真的经历了一个灵魂暗夜，但是也透过这个灵魂暗夜，你们开始自我疗愈。其实宇宙是想告诉你，它永远都在你的后方，它都在保护你，它都在肯定你。请你们不要去一直往内去批判自己，好像去在你自己的身上寻找你的问题哦。那你可能真的曾经遭受过比较残忍的对待，因此你会觉得你对于求助啊，你对于人性啊，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但是宇宙还是想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人愿意为你伸出援手，而且那一些人很可能是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或者是说一个陌生人，他看到你的讯息，他知道你的事情，就给你来雪中送炭，或者是下一场及时雨，这些都是有可能的，这些都是宇宙的能量要引领你，好，要告诉你的事情。你们可以在灵魂暗夜中寻求帮助。过去你们可能曾经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一个自我怀疑，那我觉得你们现在已经慢慢的在走出来，来评估自己对于现在对于未来的一些想法计划跟信念。好，那这里啊，我觉得有一个人他想要跟你们说话，透过牌哦，这个人应该是一个曾经跟你很亲密的人，他说他想念和你的那个亲密的时光哦，有的时候他知道你们会因为他没有办法常常陪你们，常常跟你们说话，或者是常常在你们身边而感到生气，然后你们过去的这一段关系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完成的，未完成的，或是有一些话是没有说出口的，然后他其实想要告诉你说要接受你们两个的关系那个模式已经改变了的这个事实，但是你们之间的那个连接，你们之间的那个感情，那个爱还是存在的，就是它可能是以不一样的形式存在，也许那个实质上的名是没有了，或者是说实质上的连接是没有了，但是这个爱的能量依然存在。这组牌你们确实有这样子的讯息，有一个人是想要透过这个宇宙的能量告诉你们这些话的。好，第二张牌跟第三张牌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常常会觉得很多事情你们不知道、不明白、不够好，或者是说你有想要去完成一件事情，但是你害怕自己没有办法达成哦。事实上宇宙要告诉你说，你们内心有着很强大的美好跟很大的一个智慧。当你们每天早晨看镜子的时候，你不要单单只看到你那个很美丽或者说很帅气的外表，你还要往内看，看见你的灵魂。不管你过去所下的那个决定是错误的还是说对的，其实这个都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哦。而且有些时候当你觉得你自己不明白的时候，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其实你心中的那个答案已经慢慢成型了。所以呢，你要去相信你自己信赖你自己，勇敢前行。你要跟你的灵魂
更多的自我的交流。其实很多时候答案都已经在你心中慢慢的酝酿，等待时机成熟，你就可以去抓住那个讯息。好，那另外就是呢，这边看到有一些朋友哦，你们因为过去生命中的一些人，好，带给你比较压迫性的能量，造成你的这个气场好像被卡住了，就是你好像有一个本来应该是很顺畅流动的能量，但是现在好像被卡住了的感觉。好，宇宙告诉你说，这样卡住的局面它是会过去的。好，因为你会看清楚一件事情哦，其实你们身边哦有一些人，他们哦看起来很厉害，讲话很大声，总是自信满满，然后说话很快，然后好像会很多东西，其实他们是虚有其表。你看穿了这个秘密，其实他们是虚有其表。他们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只会着重自己的利益，而且还会在这个涌现的资源中尽可能的去拿取最多的价值。事实上，这些人，你身边出现的这些索取者或者说压榨者，他们的能力没有比别人强哦。他们之所以现在看起来比较有地位、比较有权势、比较有影响力，只是因为他们表现出来的那样，让他的行为举止，他不断的去塑造一个他很懂、他很强的形象，以至于有一些人就是没有太清晰的思考，或是没有清晰的去察觉对方实际的模样，就很容易去轻信他们。因此这个轻信哦，这个没有察觉，才造就了那个虚张声势的人的一个影响力。其实他们的能力真的没有你好，你看穿了这个秘密之后，其实你就放松了，你就明白了。不然你们过去心里真的藏了很多的事情哦，那这个会影响到你自己跟其他人的交流，而且这个有时候太多的就是秘密藏在心中，也会流动，创造出一个不信任的能量。好，现在呢，我觉得你们明白了，看清楚了事情背后的一个真相，而且你能够放下过去的一些限制性的信念，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哦。好，放开过去那一些压抑的不敢说出口的秘密，你愿意去看见真相，你愿意去面对真相，你们人生的运势真的会慢慢的好转。就像这个阳光哦，从乌云中慢慢透露出来，慢慢照亮这个天空，照亮你们整个天地一样。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一张牌哦，是自由。好，对的，你们已经从过去的那个被限制住的局面中脱离出来了，那个卡住的那种情势中解脱出来了。过去如果你觉得你在旧有的这个工作环境中学不到东西，或者是说那个工作环境中有一些人在打压你，没有一个比较友善跟开放的环境让你成长的话，我觉得你接下来要真的是脱离出这种状况哦。有些朋友你可能在想说，我究竟要待在原单位，还是我要去做一个内部的转职，调到其他的部门或是其他的分公司，或是有一些朋友会想说，我干脆要不要跳槽，在职涯上有新的选择哦。好，这张牌其实告诉大家说，接下来哦，你们的生命会发生的重大转变，就是会让你的心情更加的自由。你们应该会好在年初的时候下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一个革命性的决定，它会让你觉得终于能够去摆脱一些事情，以及终于能够去对于你的目标更确切的往前走，不会像过去有一种不上不下，好像被困在笼子里的这种鸟一样。接下来你们就是放飞自我，真的可以自由了。那在那个之前我觉得你们会做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决定。这张牌是身体上的一个痛苦，真的是就是会
可能是紧张，身体紧张的一个状况。有些朋友，如果你过去在健康上有一些议题，或是说长期以来的一些救急，就是常常都会觉得很疲惫，不会好。然后也有一些朋友是你们身体有一些毛病，然后你去看医生，可是好像没有找到对的医生，找不到一个好的治疗方式，因此你就来来回回奔波，可能要去找出确切的原因，或是确切的一个解方。还有这张牌其实告诉大家说，你们过去可能有一些忽略了自己的身体，那现在身体上出现的一些这种大大小小的毛病，是为了引起你注意哦。好，为了要让你跟你的身体更好的合作，你要多多的去关心你的身体的感受。那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哦。接下来的这3个月，请你们透过冥想、散步、运动，或者是活在当下，来做一些接地气的事情哦。那你们呢，很有机会会得到一个解方，就是如果你一直都找不到适合的医生，或是找不到适合的方法，你们可能会在接下来的3个月听到某一个讯息，或者是说受到某一个人的牵引，你真的遇到适合你的医生，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长年以来的问题哦。这个把你连接到一个对的人、对的场合，在那个地方你是可以解决你心理上的一些问题，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好，那这张牌还有要告诉大家是宇宙能量想要邀请你们，就是把你们现在想要做的事情，以及这件事情完成这件事情需要什么步骤，你把它写下来。好，写下来之后呢，请留意你身边的各种讯息、各种迹象哦。宇宙会透过数字、文字，或是影片、影音等等的，或是有一些也有可能去到某一个场合，那边挂了一幅画，或者是说你翻到一本书，那个书写了什么样子的讯息哦。宇宙会透过各种方式、各种迹象来告诉你应该要怎么去实现你想要做的事情。好，痛苦将会远离你，你们会与你的身体建立新的关系哦。好，特别留意的是你们的左手，对，左手是有力量的，在未来的3个月中，这个左手的这个流啊，是宇宙向你展现它存在的方式。所以呢，你们要让这个宇宙的能量成为你的盟友，而不是受到这些身体的痛苦的一个限制。所以你们真的是要更温柔的对待你自己，以及更好的跟你自己相处，不要让你自己很难受，不要把你们自己逼到绝境哦。这个是宇宙给大家的一个讯息。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巨大的转变。当你们离开了这种旧有的被束缚的一个阶段之后，走向人生的新境界，那会有什么样子革命性的改变来到你们的生命中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好，第一张牌是这个乌鸦跟茱萸哦。好，茱萸它们象征的是这个智慧。乌鸦是一种非常聪明的鸟类哦，它被认为有预见未来的能力哦，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符号在这张牌中。其实呢，接下来宇宙告诉你们的讯息就是，你们将会有一个展翅高飞的舞台，可以让你尽情的发挥。好，在新旧能量交换之际哦，你们有机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工作的机会，或者是说你们得到一个很重大的一种启示，就是你也许想要转职，这个转职会需要一些技能，你就会真的开始着手去做，或者是说呢，你在未来的道路上可能有几个选项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也许是大方向都是金融啊，或者是医疗啊，或者是说工程科技等等，但是它的细部还是有差的。
那你应该要走哪一条路？现在你自己在走的，还是你想要跳到一个稍微不一样的领域呢？好，这一张牌它告诉你是你们接下来真就是要认识到自己的技能还有资源，因为你们会有一个很大的舞台提供你去发挥展翅高飞的能量，就像是乌鸦一样，它告诉你说你的技能可以帮助你解决任何的问题。那这个茱萸啊，它是一个很漂亮的花，有这个淡色的一个花瓣，可是啊，它并不是一个很柔弱，就是完完全全很柔弱的一个形象。事实上，这个茱萸的树它的结构是很强的，它在很严酷的环境下也能够生存。这个代表说，好，你们其实不是冒牌货，你们也不是骗子，你们可以得到现在的薪水，或者说你们可以得到别人的认可。好，这些都是你自己聪明强壮得来的，你的成就就是你的，这个就是你值得获得的成就。所以大家要相信自己，你们可以生存，好好的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因为你们真的是很有智慧你们有点像是以前啊，就是看各式各样的书，或者是各种观察这种人世间的各种情节故事等等的，体悟出来的一些智慧，激发你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个自动自发去做的那个选择，真的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啊，你们之所以会推进，会促成人生中的革命，这个真的是你们自己去创造出来的，因为你们过去的那些经验，甚至是你为了找出路、找方向，你去问人，你在网络上不断的查资讯等等的，或者是说去听一些影片，看一看别人的分享等等的，这些都是你们的累积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你们就是展翅高飞的时刻，你们可以去扩大你们的格局，你们会有一番作为的，这是一个往外扩张的能量。好，接下来看到的是鳄鱼跟罂粟花。好，这一张牌讲的是梦想鳄鱼它是一种爬行类的动物，它在大部分的时间看起来都是静止的，看起来它好像就是不会动，很像在冥想。然后它在要去捕获猎物的时候才会很快速的一个行动。那同样的罂粟花啊，它跟睡眠也有相关，因为罂粟花的种子它其实可以从种子中提取出一些材质，制造成这种鸦片，有镇静效果的一个鸦片。好，这两种动植物结合起来，要告诉我们有关于梦想的讯息这边的讯息就是等待适合的时机，你们有一个梦想即将要实现了，而且这个实现跟前一个阶段你们去采取的实际的这个步骤有关你去采取实际的步骤去实现，就是去最大化实现你的梦想，然后看起来你好像耕耘了很久，一直在等待它发芽，一直在等待它显现，接下来它这个梦想就要成型了。好，有些朋友看到的是你们会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环境中，那在这个新的环境中，好，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跟旧的就是一开始你进去的时候，你可能会稍微保持一点警觉，就是在观察。可是你实际融入之后，你会觉得哇，这个地方的气氛相处是非常和谐、非常融洽的，你很喜欢这样子的状态。而且在这样子的环境中，它其实不会有很明确的一个阶级，就是那种体制，它并不是
非常分明的，就是你看见老板要唯唯诺诺，在这个新的环境中，我觉得大家是偏向友善跟合作的。基本上你上班啊，你不用担心有人会扯你后腿，或者是说大家都要去好像一直争夺，一直抢夺，没有，或者一直推事情，没有办法好好的把工作啊，把任务去完成。那接下来的这个环境的转变啊，我觉得你们会很喜欢哦，因为在新的这个能量中哦，我觉得大家的气场是比较相近的。这组牌你们可能过去有在工作上，你不见得会跟同事涉入太多，有些朋友真的就是工作上的这种交流，也不大想要去阿谀奉承。那我觉得接下来的这种场合的人啊，因为他们是有筛选过的，他们跟你的气质是比较相近的，不大会去讲这些八卦啊，或者是说有点像是争功诿过这种状况哦，比较是没有的。你们可以产生一个很好的合作，在这样子的合作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可以去贡献自己的创意，所以是可以去实现的梦想，不单单是一个人的，而是集体的一个梦想。大家都贡献出自己的一部分，而去完成很好的这个成果，很好的一个合作性。那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是就是卡在某一个年龄阶段哦，你会想说我要不要重新换领域，整个跳到一个新的领域的话呢，这一组牌的讯息哦，其实要告诉大家说，你们要收集各方面的这个资讯。那如果你真的下定决心要转换的话，他会先经过一番周旋，一番努力，但是到最后，你跟宇宙能量衔接起来的时候呢，其实你们是可以去运展的很顺的。好，接下来看到这张牌哦，回家。这张牌是海狸跟华树哦。那海狸啊，它是一个很努力工作的动物哦，它会建造一个小屋来抚养它的后代，利用天然的草啊、石头、泥巴或是树枝，就是为它的一个家庭建造一个安全的环境。那这个华树啊，它代表着新的开始，而且它们很少是单独生长的，这个华树都是群聚的。这个华树呢，它在古代啊还被好像运用，可以因为它比较坚固，所以可以运用来作为小朋友的一个摇篮。所以这张牌整个就是筑巢、定居跟安定下来。好，在这样子的家中去装饰你的家里的布置，或者说照顾你的环境。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新的一年呢，你们很可能会有很大一个几率会有属于你自己的家，属于你自己名下的房子，或者是说你跟你另外一半一起买的房子，或者是说你的家族长辈要送你一个就是你可以去在这里完全放松的一个地方哦。那有些朋友，如果你现在已经有自己的房子的话，我觉得你们会把你们自己的房子建造的、打造的更加的舒适，也许是音响升级，或者是说换什么样子的床垫，或者是说床单啊，是你们在添购什么新的设备，洗碗机啊、扫地机器人更加的先进，这样整个家的运转可以更加的便利。你们会去打造自己的家，让你更喜欢去回家，更喜欢躲在自己的小屋里面，你们的家庭会变得很舒适哦，是一个大家想要回来的地方。好，那这张牌还有一个讯息是所谓的家啊，对你们而言哦，是一个实体的房子呢，还是一个感觉？好，如果它是一种象征性的感觉，它不单单只是一个物件的话，其实有你心爱的人在的地方就是家。好，有你好像你爱的家人在你身边就是家。
所以有一些朋友看见你们建立的这个家哦，有可能就是你跟你的伴侣，或者说你跟你的家人，你跟你心爱的人，终于能团聚了。如果你们一直都是分隔两地，或是在不同的国家生活着，你们终于可以团聚了。好，也许你们在异地是租屋，但是对你来说，有家人在的地方，有你所爱的人在的地方就是家。所以有一些朋友，你真的是会和你喜欢的人团聚。那如果是单身的朋友有机会遇到一个很好的缘分，他会让你想要定下来，对，他会让你想要走入家庭。可能如果你过去一直都在拼工作，或是说对于感情不是这么抱希望，就是有一点点害怕，你会觉得进入家庭有一点麻烦，可能谈恋爱还可以，可是进入家庭会不会有很多事情要承担，或是怎么样的。好，接下来我觉得你们会遇到一个让你想要去回家，想要跟他共度一生的这个人。好，下一张牌呢，瓜牛跟这个月眉蔓越菊。好，这张牌叫我们去看，去信赖那些无形的不可见的一个讯息哦。而且这张牌又出现了一个就是家哦，这瓜牛把他的家背在身上行走。瓜牛是一个就是好像随处可见、很简单的，然后很不起眼的一个生物。可是它身上的这个螺旋状的壳其实有蕴含着这种伟大的造物主的一个奥秘哦。它的这个壳，这个螺旋状就像是生命的循环一样。那月眉Huckleberry 它的字面上的意思有一个无足轻重，就是很微小的，看起来是无关紧要的。但是这两个动植物结合在一起，这两个象征结合在一起，就是告诉大家其实你们要去看一些看起来很微小、很小的那些讯息跟提示，像这个月眉它其实是一个很强大的果实，它可以生长得非常的茂密，而且它为整个森林的这个森林的系统中提供了很多的营养。那瓜牛也是一步一脚印的在往前走，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努力好像真的很小，每一天可能只完成了0.1%，或者说进步一点点，其实你都不要小看这样子的一点点哦。好，你要去继续的前进，你要去继续的相信自己，那接下来将会带给你巨大的一个回报。然后你们有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的这种脑袋关闭一下，你去倾听一些来自宇宙能量的微妙的线索，甚至是你本身的感觉跟直觉来指引你大自然的感觉跟直觉，而不要太过依赖有一些物质上的一个证据。你们将会从那些很微妙的微小的这个线索中得到力量，然后去找到一些更深层的意义。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是要用你们的灵性去看，去倾听，而不要去很在意大环境上给你什么样子的舆论的压力，或者是说现实生活中别人告诉你说你不可能，或者说你会没有办法做好等等的，不要去听这样子的声音接下来就是你们一步一脚印重生实践的时刻。很多朋友你们会以黑马之姿去惊吓别人因为别人可能觉得你就是很小，或者是说也不是很厉害，然后也许就不把你放在眼里。可是真的，你们这样子一步一脚印的累积就是这样子的复利的努力下来的成果，其实是很一鸣惊人，是很让人惊讶的，会让那些曾经瞧不起你的人好像掉下巴，下巴都掉下来，会让他们非常非常的惊讶。好，接下来再看到
Blue Moon 这个蓝月哦，好，蓝月它其实是一个隐喻，它指的不是蓝色的月亮，而是说呢，很少，就是一个罕见的事情哦。在我们的西历中啊，一年会有12次的满月，就是每一个月都会有一次的满月，但是每相隔2到3年，它会有另外一次额外的满月，它就是蓝月，所以它是代表说，一样是有某一些微小的改变，或者是新的这个希望，它是一个不常发生的事情，代表说跟前面很像哦，我觉得有一些重要的关键之处，它就藏在微小隐微的地方，要等待你们去发现，所以会有一个不预期的事情发生在你们生命中，而且它真的是一个很罕见、不常发生的一个好运。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这个罕见的好运来自于收入的大幅提升。可能你就是去参加很多的面试，或者说，你去考试，然后你去取得一个什么资格考等等的，你本来不是很抱希望，但是你既然去得到了收到一个通过的这个讯息，或者是你得到了别人的核可，你可以进入这一间公司，你得到这家公司的 offer。然后薪水既然还可以大幅的提升，你真的很惊讶，你本来想说我能够进去就不错了，没想到还可以谈到这么好的一个条件。如果你们过去常常在担心金钱的话，这一张这个 Blue Moon 这张牌哦，它有一点像是你们不必再去担忧了。你们的这个未来哦，是可以很轻松、很优雅、很自在的，不用再好像勒紧腰带度日。你们可以在生活吃穿用度都可以过得更有品质，更加的优雅，更加的悠闲。就是说，金钱上的财富为你们带来精神上的满足，以及生活上的舒适。比如说，你搭交通工具的时候，也许你以前是坐这种普通的这种车等，你现在可以坐头等舱，你现在可以坐商务舱，或者是说你可以坐这种更快速到达的交通工具，为你省下很多的时间。在选择饮食上，你也可以选择稍微贵一点，但是更健康的一个，用更好的油，或是说更好的手艺下去做的更对你身体有益的一个料理。好，这个就是很罕见的好运给你们带来的这个希望。所以你们要去相信，发生在你们身上真的是万事万物，一切都有可能。这张牌真的不是很常出现，可是它一出现它带来这个好运，真的是会让你非常非常惊讶的。好，第二张牌它是讲对自我的爱，给自我的爱。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能真的过去受困于金钱，或者受困于债务你有的时候一天只能限制自己花很少的钱来过日子，或者说租房子都是需要租没有对外窗或是说品质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接下来你们有钱了之后，这个有一个罕见的不常发生的奇迹发生在你们身上，给你们带来收入的大幅提升之外你们就更有余裕去爱自己了。你们可以用金钱作为你们的底气。好，你有钱，你可以对自己好一点，生活品质上一个大幅的提升。那有一些朋友，我看见你的自我的爱来自于你去投资自己你去学很多新的东西，然后学很多新的技能。那甚至有一些朋友，你是在一个因为环境改变了，你在一个梦想的工作环境中去工作，你会觉得整个人充满精神。你过去在不好的环境中，你可能整天都觉得自己好笨，或是常常被骂，常常感到很挫折。可是现在换到一个对你有利的环境，对你有利的局面，即使仍然会遭遇挫折，可是你知道你是有办法解决的，你知道你身边有什么样子的资源可以帮助你，这是
一个鼓励向上、鼓励合作的环境，同时你也感觉到你本身每一天都在进步哦，你对于你自己的自我价值哦，会有更深层次的体认，你们会更加爱自己，更加的喜欢自己，在新的这一波大运的到来。好，接下来呢是行动。这张牌上的这个女生啊，她真的是超级开心的在跳舞。大家有没有看到她是仰头啊，然后双手好像在伸懒腰的这种跳舞？那她的裙子整个就是飞起来，有彩虹的颜色在后方哦。这张牌就是要告诉大家，接下来你们的肢体语言其实就说明了一切哦。接下来你们的这个行动充满活力，好开心，源源不绝的好运涌向你，你会很开心的接受。你们如果以前是比较肢体语言是比较畏缩，或是没有抬头挺胸，比较向内，就是没有这么打开自己的身心灵的话，接下来我觉得你们就是因为有自信了，因为有钱了，我觉得你们做很多事情不用再畏首畏尾，不用再好像等待别人的听从，等待别人的安排，你相信你有更多的能力，更多的自主权，你可以去争取你所想要的一切，不论是感情、工作或是其他方面，你们会主动的去争取。这个是你们接下来的能量上的一个重大的转变，重大的改变。那在这个时间点，就是你们迎接了好运之后，你们整个人我觉得变得非常的高效，有效率哦。可能之前呢需要比较久2倍的时间去完成一件事情哦，现在可以缩减一半，现在就是很快速的就去完成了想要完成的那个工作。好，过去那一些让你觉得很疲惫的那种常常要加班，或是说时间不自由的环境，我觉得那个已经慢慢的被打破，慢慢的被解散掉、解放掉哦。你那个恶性竞争的环境已经不存在新的大运中你的这个能量，所以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可能会做出一个转换跑道的决定，或是说你们可能会在内部哦，会去看看有没有新的单位可以去换。那如果有些朋友你们没有主动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宇宙给你的讯息是，好，公司可能会进行主动的改组，或者是说你身边有一些比较讨人厌或者说负能量的同事，他会因为他自己的生涯规划，或者说其他健康的因素、家庭的因素等等的，就是离开跟你共事的那个环境。那也有可能是你们的这个大老板，或者说就是上面的 leader 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调动，就是你们身上在工作上会有调动的能量，不管是你主动去寻找，或是说被动的改组都有可能，被动的换同事、换老板都有可能。那这个改变对你们来说是好的，是开心的，是很雀跃的，很棒。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张牌。这一张牌是生命之环哦，这一张牌跟这个蓝月有很一致的讯息哦，它代表的是一切皆有可能。宇宙的能量邀请你们去以一个这种这种生命圈的角度去思考，而不是一个线性的角度去思考。那当你站在生命圈的这个圆的中心的这个位置哦，其实丰盛跟富饶就会源源不绝的流向你。如果你过去在人际关系或者说财务上遇到了艰难困境还有挑战的话，事情即将改变。好，4周的这个丰饶会流向你，而且呢，你们会去珍惜你旅程中的每一部分跟每一个恩典。有点像是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体悟到一件事情哦，每一天的这个旭日东升跟太阳西落的那个太阳，它都是一样的美丽的。
不要只去欣赏每一天早晨那个升起的太阳，然后去哀叹，或者是想要去避免夕阳落下的那个情景哦。其实不管是太阳的这种升，或者是落，升或者是降，这个都是自然能量的一部分哦。你要去明白，这个就是自然的流动。有潮起就有潮落，然后有潮落之后才会有潮起，这是一个环，这是一个圆，这是一个旅程。好，你们要去尊重来自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当你去尊重，当你去感谢之后呢，这些方方面面的，就是宇宙其实就会帮你去安排妥当，安排到位。重点是你的想法，不是一个线性式的思考，或者是说一个非黑即白的思考。觉得你没有去拿到这个，后面就不会有这个，或者说如果你没有跟这个人在一起，你就不会幸福。打破这样子的思考，以一个圆圈的角度去思考，好，方方面面都有机会去触发你们的机会。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的是这个自由的马哦，让你们的灵魂自由飞翔。你看前面也有对应到你们想要自由，对不对？这一组的朋友真的很想要自由，自由的控制你的时间。好，不要被限制住，不要压抑自己。接下来你们就像是脱缰野马一样，尽情的展现才华，尽情的跳舞，尽情的探索，尽情的大笑。你看就像这张牌的女孩子一样，你们真的是整个肢体啊都表现出来你的快乐，将你们的双臂好像很快乐的在天空中挥舞的样子。所以宇宙的能量啊，其实想要告诉你说，马啊它其实可以载着人远行，它也可以载很多的物资。因此啊它提供了远古时代的人这个在距离上，在旅程上的一个自由，他们可以去看到更宽广的世界。这张卡片，这个自由的马，它选择了第一组牌的你们，他在告诉你说，你们今天来到这里，并不是要过一个平凡的生活，而是你要超越自我设定的限制。你不要被自己束缚在常规、社会规矩、社会的期待，或者说其他人的期待下，你不要被其他人的想法所束缚哦。其实你有能力根据你自己的条件来选择你想要的生活，绝对是可以的，绝对有办法的。而且你要确确实实的去这么做，你确确实实的可以去在当下的那个环境中去创造出你的奇迹。也许你们觉得你并不能自由的去切换你想要在的那个环境跟人事物，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莫可奈何的时候，但是你可以去赋予那个情境意义。你要赋予这个情境什么意义，都是依照你自己。而且现在啊，真的是一个可以去挣脱不好的能量、不好的人事物的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时间点哦。那这一组的朋友，宇宙还想要告诉你们说，你们可以去参加一些这种会让身体动起来的活动，不论是在公园啊去打太极拳、跳土风舞也好，或者是说你想要去放音乐啊，进行一些这种比较时尚的这种街舞啊等等都可以，就是让你的身体律动起来，或者是说在家里没事扭腰摆臀一下都可以。因为你运用你自己身体的方式，其实可以改变你的一个能量状态哦。当你越自由，或者说越相信你的身体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向你的潜意识发出一个强烈的讯息，就是你有完全的自主权去掌握、去控制你的身体。所以大家的身体真的是尽量要动起来。我们的下一张牌是这个医药袋。好，我觉得医药袋很像是一个这种宝库就是你一路以来把你在人生中看到觉得对你有用的各种武器、各种药品、各种资源，都把它放到这个医药袋哦。医药袋在这边呢，这张卡片出现在这边，代表说其实你们内在的能力值正快速的提升、快速的增长、快速的在闪耀，即将被所有的人看见哦。所以呢，当你们到达人生中的高峰的时候，你们有这个满满的医药袋的时候，你们真的是要明智慎选谁来接近你，或者说谁来
可以去看见你真实的自我。你们要明智的选择，不要仓促的做决定。有的时候跟别人相处，如果你觉得感觉不太对，你就稍微后退一步，因为你们现在真的是有很多的宝物跟宝藏诶。你这个医药袋，你不仅可以去治愈你自己，也可以成为给予者，去帮助别人。好，医药袋它是一个保护，它里面有很多神圣的物品，可以来修复你的个人能量。在这个医药袋中啊，每一件物品都有它独特的一个特质。如果你们去使用的话，你的能力就会加成，就会放大，然后也会随着时间去增长。所以这个是一个可以不断增长的力量，你们身体内就这样子的力量正在形成哦。接下来你们就会有一个像是这样子的宝库，这样子的一个宝藏的一个袋子。有些朋友你们放到这个袋子里面的可能是奖杯、奖金，或者说别人给你的奖赏。有些朋友你可能是放一些你很喜欢的书籍，或者是说你很喜欢的音乐，或者是说放一个什么样子的仪式在这样子的医药袋中，它都是可以帮助你成长的。好，接下来这张牌是猫头鹰的药哦，猫头鹰的药。猫头鹰的药，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即将智慧大开哦，你的意识将引领你往内在探索，你可以去相信你内在神圣的女性的力量哦。猫头鹰在西方文化中，它是坐在雅典娜跟梅林的肩膀上，它揭示着神圣的真理的到来。所以这一张卡片哦，选择第一组的你们，代表说其实你们正在面临一个人生中会有很大的启示跟很大的一个改变变革的一个时间哦。也许你过去对于生活环境中各种情境，你会觉得很模糊，很看不清楚方向。可是接下来这个猫头鹰的能量哦，它会使你即使是在夜晚，即使是在黑暗中，你的观察能力也是非常不一样的，也是非常独到的。最特别的是，我觉得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上啊，你们不会变成说被人家欺压，或者是说呢让别人把你的付出跟给予当成是理所当然，而变成一个烂好人，或者说你的付出贡献过了头，牺牲你自己。这个猫头鹰的药出现在这边呢，我觉得你们将会去把你自己的贡献去建筑在对的人事物上，这个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一门功课，它必须有独到的眼光跟经验，才能够进行这种人际上的筛选跟过滤。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特别是在人与人的互动上，你们不会被情绪勒索，或者说被别人操纵，相反的，你能够去认清楚，好，你身边的这个人，新遇到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类型的人，还有什么样子的人是你可以去相信，可以去跟他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关系。那哪一些人他是可以提升你的机会，去帮助你的，其实你们都可以很聪明的辨别出来。那在这边呢，宇宙要告诉你说，其实你们会有一些人脉，这个人脉有点像是你们平常并没有很密切的联系，或者是说你跟他其实没有很深的一个认识，可能是一个网友，或者说网络上认识的一个人，可是呢，从你跟他的交流中，你跟他的资讯中，你跟他的沟通中，其实你会发现你们是同类的人，有同样的信念，因此可以很快速的建立友谊，你们有共同的经验，然后你不但需要去投注太多的精力，或者说从头开始经营这样子的人脉，但是你就可以去得到对方的帮助，或是他有机会有资源会告诉你。也就是说啊，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个像猫头鹰一样的有智慧的人哦，他提供了你帮助，提供了你一些实际的解决困难的方法，让你度过一些比较艰难的时期，或者是说职涯上的一个选择。
当事情过了之后，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呢，你回过头来看，其实你就会有更深的体悟，更高的学习，更高的一个得到领悟。因此你们本身也会成为一个猫头鹰，再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它很像是一个循环呐。你们绝对能够透过某一个经历，某一个体验，去打开你的视野，去发现一些真相，去看见一些你在你原先的思考框架下没有办法去发现跟看见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的下一张牌哦，这张牌是祈祷的羽毛哦。好，这张牌就是很明确的告诉大家说，爱正在流向你，并且通过你哦。我觉得跟第一张牌的讯息有点相似诶，有一个人他想要传达他其实很爱你，他在内心深处默默的秘密的看着你，全心全意的去爱你，即使他当下可能没有办法满足你的一个期望，就是你可能期望说对方在他的角色，不管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也许是爸爸妈妈，或者是男朋友女朋友老公老婆等等的，或是一个朋友，可能你对他有更多的期望，他没有满足你，但是他还是告诉你他是很希望跟你建立连结的。有的时候呢，当他应该说当一个人表现得很好，就是一个人总是做对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去爱他是比较容易的。可是真正的挑战是，当他做得不好的时候，你是否还能够去爱他呢？这个是我觉得对方想要传达给你的讯息哦，他其实很想要跟你有一个和好，或者是说很想要跟你有一个和解。那这是第一个讯息。第二个讯息就是宇宙其实要跟你说，你们绝对是被爱着的。你向世界发出的爱，它会以100倍、1000倍的回报在你的身上哦。你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小忧虑啊、小烦恼，请你用这个祈祷的羽毛去替代吧。你可以把这个祈祷的羽毛放在你的心上，或者说放在你的手上，好，你去相信这个神圣的力量会带你往上去，相信说你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其实宇宙的能量就很像是一道金色的光芒一样，它会慢慢的投入到你的心中，以及投渡到我觉得是一开始这张牌跟你们有所连结的那个对象哦。这个对象虽然你们的关系可能已经结束了、断裂了，或是说在冷战的状态，但是他还是默默的在关注你，默默的希望可以跟你继续用某种形式的连结哦，或是说想要祈求你的原谅哦。好，这一组牌这个金色的光芒，其实宇宙想要给你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爱投射到你的心中。所以接下来新的这个转运之后啊，你们绝对会在心中感觉到是满足的，是和平的，不会觉得内心好像缺了一块，内心好像很匮乏，好像很孤单。没有的，宇宙给你的爱会去包围你，满足你。而且事实上，我觉得也有人正在爱你，正在关注你。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解牌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好运，领取第一组的好运能量。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一下新的一年呢，什么好运即将来到，你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新的变化、新的能量进来。好，首先呢，我们一样来先对应一下第二组朋友你们的状况哦。好，圣杯皇后、金币3、宝剑1哦。金币国王哦，圣杯10哦，哇哦，好。其实我觉得你们的能量现在就很不错哦，这一组的朋友感觉上你们正在变得越来越有魅力哦，魅力指数慢慢的增加。可能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有在自我的锻炼、自我的修炼，也许是去健身，或是说你们有固定的做运动、做瑜伽等等的。有些朋友则是
看到你们有在自己的外貌上啊，有再去把它更加的精致化，可能会去动小手术，或者是做什么雷射，让脸更加的干净，或是说你们会很保养你们的皮肤、头发，然后试着吃得更加的健康哦。这一组的朋友，有些人也许你会去学啊跳舞，或是说唱歌什么的，感觉上你们就是在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性感，更加的有魅力。其实我觉得你们现在的能量就已经慢慢能够吸引到很多人，很多的桃花。慢慢的你们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在人群中是闪闪发光的，大家是会注意到你的。其实你呢，也就是原本的那个你，可是又更加的精致化。那个人是一样的，可是因更加的精致化之后，好像好久不见的以前的同事啊、同学朋友，看到你的时候就会想说，你怎么好像哪里不一样了？是不是换了一个人，换了一个气场了？原本没有注意到你的人都开始留意你，甚至我觉得有的人，你们现在已经有一些默默的爱慕者，默默的暗恋者。好，接下来我们看到金币3哦，这一组的朋友，金币3结合宝剑1哦，我觉得你们有一个对于人生规划非常明确的一个目标哦。好，你们就是想要让自己过得更好，各方面都是。你们想要变强，你们想要变好，你们想要变厉害。过去在感情中，在事业中，你们可能曾经爱错了一个人，或者是做错了一件事情，导致于你们有一段时间人生是卡关的。但是我觉得你们不会一直在那个泥淖中很后悔，你就想说好，过去都过去了，我就是要把握现在，而且你们很尊敬、很尊重、很珍惜那个曾经努力一路以来好像打滚努力的那一个自己哦。你相信那个是你过去的一个课题，完成之后你会过得更加的美好。而且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心中是很有爱的，你们正在推动一个良善的事情，你们在做的事情绝对是对这个世界有影响、有帮助，同时也会给你自己很实质的带来财富。好，你们要做的事情哦，它可能会有一些的竞争，可是很高的一个程度，你们会取得最后那个最亮的那个金币，最大的那个星星。这个事情啊，很可能会让你们脱离现在的收入阶级、薪水阶级，或者是说感情的状态，它就是一个往上升的一个状态哦。你们可以看得更高，或者说去更远的地方，开阔视野。你们正在一步一步累积自己的实力哦。如果有竞争的话，很高的几率你们会赢得最后那个很好的成果，你们会升职，或者说你会进入到你一直很想要进入的那个组织、那个团体等等的，但是你们真的就是要一步一脚印的往上走，然后遭遇一些波澜、一小小的这些挫折的时候呢，你们要沉住气哦。现在看起来可能你会觉得这个挫折不见得是小小的，可是当你成功之后，回过头来看，真的会觉得那个其实没有什么，那个是达到成功之前必经的一条路，你们绝对会飞得更高，看得更远。然后我也觉得结合这两张牌，你们达到更高的位置哦，可能这个更高的位置是哇，你整个人就是在容貌上焕然一新哦，在身材上变成这个好像大家都要去注目，都会想要去行注目礼的这样子的帅哥，这样子的美女，也有人是朝这个方面在努力。很多人呢就会很像很去羡慕你，然后也会很想要知道要怎么样才可以变得跟你一样。那我觉得你们这一组是很有爱，然后又对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很清晰，就是你们会当你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的时候，你也会愿意去传递你的知识，好的能量去滋养还在这条路上努力的人哦。所以如果你们有自己创团队、自己创业的话，
或者是说自己独立出来做事情的话，有的人会想要帮助你，或者说加入你的团队，或是跟你合作，因为受到你的这个能量感召。那你们目前真的是有计划，对于人生是有想法、有计划的，我觉得显化力也非常的强哦。然后 King of Pentacles， 你们做的事情啊，会让你得到金币，而且有很多朋友哦，你们是 King， 然后前面又有 Queen， 所以你们是国王又是皇后，我觉得你们这个力量很厉害，你们会在无形之中得到来自宇宙的帮助，这个帮助呢，可能是这种无形的力量，还有，你会就是我觉得你们可以下载到一些资料，或者说想法和信念，这个信念是，现在大家都还不知道，现在大家都还没有发现的，也就是说，你们得到的是一个领先的讯息，领先的资讯，等于说你们带着未来的答案，好，到现在这个此时此刻的当下来写现在的考卷，所以你们的生命绝对会过得更加的轻松，我觉得是轻松自在，而且特别是金币国王啊，在金钱方面哦，你们会越来越有想法，越来越有头脑，知道怎么样子去赚到人世间的财富，它是有方法的，而你们明了，你们知道，你们抓住了那个诀窍，而且你们好像抓到的这个方向是跟宇宙能量合一的，它是会继续蓬勃发展的一个赚钱的方式，所以你们最后迎来的是圣杯10哦。好，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已经快要找到那个问题的答案了。前面你们先发现了问题，你们设立目标，好，其实你们发现问题之后，离那个找到答案的路就不远了。所以如果你们离圣杯10哦，其实很近了。那你们呢会这组的朋友，你们应该是会蛮脑袋会想很多，想比较多的人，想东想西。好，其实你们的各种想法，或是对于这个宇宙、这个地球的各种探索，对于人际关系的各种想法哦，其实某方面而言哦，也是在推动整个世界能量的前进。有的时候你们要留意，你和你自己，或者说你和你的家人，你和你的这个老公老婆男朋友女朋友之间的对话是很重要的。好，你们对于人生啊，越有一个和谐的流动观念，这个焦虑感越少的话呢，其实你们会过得越舒服。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真的会变得越来越好，人生活得越来越清爽，越来越畅快，这整个能量是非常好的。其实很多朋友现在就已经慢慢的在好转，或者说已经过得还不错了，但是你们想要变得更好，更加的精进，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牌哦。我们出现了狗狗牌、雷诺曼，还有27号的信件哦，还有22号的这个交叉路口。好，首先呢，我先看一下交叉路口好了。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好像有一点就是在某一个旅程的交叉路口啦，然后过去因为什么事情使你快速的前进，好，快速的前进之后，你反而来到一个犹豫不决、需要抉择的时刻，也许是关于人生中的重要决定，我要不要跟这个人结婚，或者我要撤退吗？心里有一点点犹豫，或者说我在工作上应该要怎么抉择，我要继续这个工作，还是我要转其他的领域，或者说我在同一个领域上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机会。很多朋友你们真的是在一个交叉的路口。好，宇宙告诉你说，其实在你选择的时候啊，你们其实是可以去超越当下那个迷茫混沌的状态，因为宇宙的能量是不断的扩张，并且和你紧紧相连的。好，这一组的朋友，其实你们所做的决定不只会影响你哦，我看到的是它也会影响你们身边的人哦。那你们所做这个决定其实是很重要的。在下决定之前我觉得未来的你们的能量比较会像是你会花一些时间来去看好像基本的一些道理，
这些基本的放诸四海皆准的一个法则哦。好，你们会去在最迷茫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下判断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会去找到，就是这种千古以来的经典中的智慧，然后你也会去检视从以前到现在的自己啊，你自己的金钱观是否符合你现在的一个能量的流动。我看到你们可能会去仔细的检视自己的一个生活作息、花钱存钱的方法，或者是说跟某一个人讨论重要的人生议题等等，开始一个对话。有些朋友你们会跟宇宙能量直接的进行对话。好，不要去关掉你头脑的那一个声音哦，因为你要去接收到来自宇宙的讯息的话，你们必须要去真的是静心，然后专注去倾听来自头脑的这个声音。好，你们在面对交叉路口的时候会去有自由的选择权做决定。那看起来呢，刚刚说过嘛，你们最后会去倾听啊，放诸四海皆准这种古老的一个智慧，或者说某一个权威人士或某一个经典嘛。所以有些朋友你可能在这个议题上，你会选择寻找第二个专业的意见，除了你自己原先咨询的那个人，然后你又去找第二个意见，可能你在健康的议题上，你会找2个医师去做最后的判断，或者是说你们自己会去想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除了你自己原先想的，再去参考一个权威人士的一个意见，或者是说从古至今一些基本的人性的想法、人性的一个道理等等的。好，那这里还有一个讯息，就是你们刚刚说过，重新审视自己所走过的路之后，你们会在选择路径的时候去选一条比较困难的路，一开始比较困难。那你会发现一开始看起来很困难，但是最后呢却会越走越简单，越走越容易。如果你们选择一条一开始好像很简单的路，但是其实呢这条路因为简单，因为门槛低，很多人都会去走，那你长时间下来走到最后其实是人挤人，很多竞争的，到最后不会比较好。那如果你一开始选择门槛比较高的，进入比较难的，好，一开始很少人去走，因为很少人能成功，但是如果你成功了，最后你就是真的非常厉害，会收获的非常多。所以这个是交叉路口这一张牌给大家的一个讯息哦。那我们再结合前面的2张牌，狗狗跟信件哦，这个代表说你们可能会有许多新的消息，这个消息跟你的好朋友有关或者是说跟你的朋友有关的一个消息。好，朋友会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有些朋友你可能会跟好朋友取得联络，然后再跟这个朋友一起去旅游旅行。也有可能呢，你们的这个朋友是之前是来自于网络的朋友，或者是说像是写信的这种笔友，会写作的一个朋友等等的。好，他给你带来一些好的消息。那也有可能是你在需要做决定的时候，来自朋友的这个讯息大大的帮助到你了，让你突然灵光一闪，或者是说让你突然去搞懂了一个智慧，搞懂了一个道理，这些都有可能。那狗狗牌在这边呢，是一个非常忠诚的牌，非常忠诚的朋友。所以我觉得有可能的讯息是你们接下来会遇到一个对你很忠诚的爱慕者、仰慕者，或者说你的朋友、你的伴侣，他就是跟你很好、很忠心。这个人有可能是一个旧人以前呢你们曾经好过，后来有段时间断联了，在新的转运之后你们又透过网络这个讯息传递重新的连接起来，好，重新的被对接上。
那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等待一个什么样子的消息，来自官方的，来自政府的，或者是说来自什么组织机构，或是要揭晓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正式的结果。好，这个你们想要得到的这个结果，得到的这个资讯啊，最后很有可能它会令你是很开心的，或者说会令你更加的决定，因为收到这个信你就知道我在这个交叉路口我应该要选择什么方向，我可以往哪里走，更加的明确。而你的这个好朋友他会为你开心，好，这也是有可能的讯息。另外就是我觉得有些朋友结合前面的圣杯皇后，你们的这个魅力爆棚嘛，那个魅力指数无限的这个增长，无限的成长爆发，不论是内在跟外在都是非常有性感的能量，很多人想要去靠近你，很多人要去追捧你。好，你在网络上发的照片，或者说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可能被你一个以前的朋友知道，或者说以前的旧情人知道，而这个人呢，他看到社群媒体上的你，或者说他看到你最新的这个能量的状态，他真的是非常的惊喜。他看到这个照片之后，我心里就是有很多的感触，有很多的想法，升起很多复杂的情绪，就是被你所吸引了，他想要跟你再次的联系，所以这个人也可能进入到你的生命中，成为一个会帮助你或者说影响你决定的一个人。有些朋友真的是一个旧人这个旧人我觉得他是来带着一个真诚的心，想要当你最好的朋友或是最好的伴侣等等的灵魂伴侣也有可能，或是他会成为一个提供你建议的人，他会成为一个在你需要帮忙的时候可以依靠，愿意陪伴在你身边，或者说愿意去跟你排忧解难，愿意去帮助你的这个人，愿意去鼓舞你的这个人他是对你很有心的，有点像是你的良师益友，也可以是你的灵魂伴侣，你可以在他的身边得到很多心灵上的安慰跟注意。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牌好，第一张牌是松鼠跟月桂，成功。第二张牌是鹿跟叶脉，好，这个讲的是疗愈。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就是会获得成功跟成就。这个成功跟成就是怎么来的呢？它是透过你稳扎稳打、一步一脚印的努力所获得的。因为刚刚说过，你们的当前的能量状态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而且你们有一个很强、很厉害的一个行动力。透过你的努力，透过你的执行力你们的成功就是指日可待，近在眼前。实际上来讲呢，有些朋友你们真的会收到一个升官加薪的讯息，而且可能是同时升官又加薪。那有些朋友则是，如果你现在在找工作的话呢，你现在在申请什么样子的学校资格的话呢，很快在这个新的一年、新的转运到来前，你就会得到一个好消息，或者说得到一个往目标更迈进一步的那个方法，那个通道，就是你又打了一个怪，在遇见大魔王到最后的那个路上，你又完成了一个突破了一个障碍，还有突破了一个关卡。所以你觉得有些朋友你们其实心中也慢慢的会越来越笃定。好，这边有这个成功的讯息松鼠跟月桂。松鼠跟月桂它就是象征你们必定会成功，而且这里有一个讯息跟前面的这个交叉路口是重叠的，大家就是稍微仔细听一下。松鼠它也是会去走一些比较少人走的路，比如说它会去找一些隐藏的小径跟冒险，
然后月桂呢，就是胜利的象征哦，在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呢，用来为胜利者加冕。所以他告诉你们说，你们绝对要去掌握自己的命运，你们绝对可以自己去开拓自己的命运哦。你想要做什么，就去倾听你内在的能量，告诉你的声音。你要去表现真实的自己，你要去表现自信的自己哦。如果你在工作中是非常努力、非常自律，而且你也曾经为了这个项目或者说这个资格哦，这一个成功的管道，你曾经投入了很多心血的话呢，这个绝对就是最后的胜利，最后的成就会是属于你的。那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选择自己创业啊，你只要朝着你的渴望锲而不舍的前进，最终呢，你会发现最终的那个结果是你想要的，而这个旅程回过头来看是值得的。虽然在成功的路上，可能它并不是很直线的去走，或是说它有一些弯弯绕绕，可是没有关系，因为到最后这条路是可以带领你达到你的目标的，你们会很开心的去庆祝，而且我觉得这个目标是跟你本身的能量是一致的，这个成功真的是属于你的成功，它不是由外人去定义你的成功哦。这一组的朋友，你看下一张牌是这个疗愈哦，其实这几年啊，你们真的是有一个由里到外的改变，你自己应该也特别的有感触，特别是内心的改变啊，你们可能强迫自己去，有些人是强迫自己去慢下来，或者说有些人是强迫自己去离开一些曾经把你绑住的地方，有一些人你自己去放下你的坚持，或者说有一些人你很勇敢的去换了一个新的居住地等等的。有一些人，你的这个疗愈则是你们还在这个过程中哦，你还在走一个疗愈的一个过程中，那你这个旅途最后呢，都会要把它走完。好，你们在人生中啊，可能过去遭遇了一个令你比较心碎的事件，或者说一个打击，也可能是一个事业上的一个困境哦。你们可能真的是想破头，或者是说经历了很多的尝试，还找不到方法，还找不到解药。好，可是像接下来的牌面就是很明显哦，你们选择的道路会使你通往成功，而且在通往成功的路途中，我觉得你们也慢慢的那个心啊也被疗愈了，你们也慢慢的还给自己一个完全康复的自己。好，我们下一张牌，下一张牌也是一样的，它也是觉醒之灵的一个故事哦，也是代表你们的疗愈的进展的这个过程哦，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好，这个女生呢，她头戴这个花环嘛，她已经有点像是已经得到胜利的花环花圈了，然后她又把自己一个这个很珍贵的累世相传、家族相传的珠宝盒抱在手里。这个珠宝盒里面有什么呢？它有深厚的一些回忆，这个回忆有快乐的，有难过的，有喜悦的，有悲伤的，但是他全部都接受了。他允许自己完全的去接受自己的感情，他不害怕表现出喜怒哀乐、哀伤痛苦的样子，他也愿意去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不再会压抑了，你们会把自己过去经历的一些回忆啊，走过来的这个旅途中遭遇的这些打击、困顿、挫折、压力，全部都好好的小心的再收在这个宝盒中。你们有些人可能会去唱歌啊、运动啊发泄，有些人可能会哭哦。透过这个流汗、流眼泪，这个水的元素、水的魔法会帮助你释放。在这个珠宝盒中呢，有一颗心哦，你们绝对有被宇宙允许，或者说被宇宙支持，你们绝对有时间跟空间去修补你的心，这个是整个疗愈过程中的一部分，不要去否定那个正在照顾自己、正在滋养自己的那个时期、那个时刻哦。好，你们呢会有一个比较敞开的心，在你疗愈完之后呢，这些痛苦的事情不再会影响你，不会使你的心变得很硬。有的时候你好像遭遇了太多的
苦难的时候，你会想要把自己的心变得很硬，因此才不会受到别人的话语所影响，或者是说你觉得这样子你才可以刀枪不入，不受到别人的侵犯。可是当你自己把你自己的心封闭起来的时候，你们也失去了真正的爱你的人所跟你的这个连结哦，狗狗的连结也会失去了。所以呢，这个疗愈的眼泪，它会让你的心变得柔软。好，第二张牌是这个主权哦，这张牌是非常厉害的一张牌，它是象征权威、象征力量，还有象征皇族的一张牌。所以刚刚就说过，你们会获得最后的胜利，而且这个胜利之门有点像是你们可以去进入到一个像是 VIP， 就是不是那么多人可以去的一个地方，你们在那个地方成为佼佼者，在那个领域成为成功的，就是成功的人士，大家都会觉得你怎么拿到这个通行证，怎么可以在这样子的领域做得这么好。好，这一张牌是权威，然后还有女神，有3个女神要来帮助你。那这3个女神啊，她们是对于她们的生命真的是可以自己做出选择，掌握自己的生命。那这个主权的力量啊，来自于雅典娜，智慧之神、策略之神，还有阿提米斯，这个月亮跟狩猎之神，还有赫斯提亚，他是在家族壁炉中保护这个家的一个家神哦。好，在这些不同领域的这个保护不同方面的这个女神，其实你们都可以去发现，找到自己的一部分，自己的影子。所以说，这些女神的力量其实也激发了你自己内在神圣的力量。通过与他们的能量连接，你绝对可以受到启发，你绝对可以去主宰自己的生命跟力量。事实上，你们心中的这个爱啊，它就是一个最大的力量，它就是可以支持你往前走，以及支持你去影响其他人的一个最原始的一个动力哦。好，这些女神呢，对于你来说，她们透过她们的能量传递给你，你就拥有了她们，好像他们的加持，他们的魔法，然后这个魔法，这个加持的能量会成为你自己的能量哦。好，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去寻找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方向，它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旅程，而最后你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这个是你自己需要去定义的。很多朋友我看见你们会去离开已知的这个安全的舒适的环境，去找寻自己真心所想要的这个道路，那你会受到这些女神的启蒙，你会变得更加的有力量，你更加的相信自己是可以的。如果过去你在往前走的道路上，你已经放弃了，你觉得你已经失败了，现在你要把你自己的力量完完全全的夺回来，你不要让其他人去替你做决定，这个是主权这一张牌哦。你要去寻求你最后的这个决定权，刚刚说过嘛，你看你们在交叉路口的时候，你会去征询别人的意见，听别人的想法，可是最后下决定的这个人还是在你身上。觉醒要靠你自己，除了你自己，没有人有权对你的生活指指点点或者是发表意见哦。所以接下来的生活，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活得更加的自由，更加的自在，而且这个并不是虚无缥缈的，这个是接地气的。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你想要做什么样的决定，解决什么样子的问题，你很可能呢会得到你的一个衷心的家人的朋友的支持。尽管这个不是他们所想要的那个方案，我觉得渐渐的他们也会转变成支持你的方案，或者说在工作中你想要的这个解决方案，你想到的这个方式别人会去支持你，不会去扯你的后腿。那在往你人生的道路上走的这个方向，你想要去成为什么样自己，或者说你想要变美，你想要变健康或者说你在打扮上啊，开始有了更加自己的想法，你想要换一个风格，换一个样子换一个能量场你都会自己的去选择，而且你做出选择之后，身边的人会给你支持，身边的人会给你方向。也就是说，未来的人生的道路中，你越来越明白你自己的吃穿用度，你喜欢什么样子的
形式，比如说你去旅游，你是喜欢去人多的地方，还是人少的地方，比较清幽的地方？你喜欢跟团还是自助行？你喜欢跟什么样子的人在一起？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品牌？或者说你会喜欢就是去什么样子的场所？在什么样子的场所才是令你最放松的呢？你会更加的认识自己，而且去选择自己真心所想的，而不是从众。因为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有一些比较小众的兴趣，或是说并不完全就是在大众媒体宣扬的那些东西，你们都是喜欢的。你们过去可能某一方面为了配合朋友，为了配合这整个环境，你们会有一些妥协。可是接下来我看到不会哦，你们不管你的性别，不管你的年龄，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接下来你们都会去找回你自己的力量，相信你是有选择的，而你这个选择永远都跟你内在的指南针是一样的，照着这个指针的方向去走。好，你们跟随着内部的这个爱的能量前行哦，而且接下来你们选择之后，你会去承担你所做的这个选择，你们不会害怕，也不会后悔，因为你知道你是有力量的，就算你暂时选错也没有关系，因为你总是有力量可以去找到解决的方法。你们内在所有的潜能都将被开发出来，真的是很厉害的一张牌，还有3个女神加持的这一张牌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看到我们的这张牌是观点哦。好，这个女生她正在拿着笔，正在画画，创作出她的一个艺术哦。好，接下来这组朋友，你们真的是一个创作力爆发的时期，你会看到自己确实的看到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真的是各方面都会越来越顺畅。那同时你也会用你的技能，你的这个吃饭的工具，或者是说你现在正在学习的这个领域，你会用你的技能向这个世界展现自己的观点哦。你创造艺术，艺术也是你跟这个世界连接以及表达自我想法的一个渠道，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就是会去大方展现你的能量，这个能量是给世人所看到的。好，在这种保持积极向上的能量中，有些朋友你们会成为那个领域中的发言者、发声者，你会去为其他人争取权益，或者是说你会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所想，不管是透过画作、音乐，或者是说演讲，或是说有些人可能会拍影片等等的。好，在写文章也有可能等等的各种方式，反正你的想法绝对是会被传递出去，这个世人会看到，展现给众人看见。那你的这个作品其实就是承载你的观点，它将你的想法这些概念实际化、接地气的呈现出来。表现出一个可以让其他人能够去理解的方式。那每一个人呢，其实这张牌有说，其实你创造出来的这个东西你讲出来的话，真的是影响了很多人。那这些人拿到你的这个知识体，这些宝库或者这些宝藏，你的想法听到你的想法，得到你的想法之后，他也会加入他自己的诠释，就是从中去融入到内化到他们的心中。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在你的这个职业生涯中你们真的会成为可以去影响人、可以去引领人的人。你们不会一直只是跟随者，你们可以去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发表自己的想法。可能你在网络上写的一篇文章会不断的被别人转载，有几千或是几万、几十万个人看过，然后这一个影响一个，他们又开始去分享，将你的知识点、将你的观念散播出去，而且开始去执行你的这个方法。而他们执行之后呢，觉得真的是对他的生活、对他的金钱观有帮助，然后他们又会去将这个方法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我觉得你们的理念、你们的想法真的是可以被散布出去的，它很可能是透过一个
什么样子的方式被传播，然后很快的就是被流传、被推广，大家接收到之后很喜欢，或者说很喜欢你的作品，就是会想要跟你去洽询，或者说很喜欢你的观念，你很喜欢这个知识点。那这个东西呀，真的是非常卓越，而且可以产生实际的结果的。你们在那个专业领域上的一个心得，或者是说你们在这个学科上的一个学习心得，一些技巧啊，或者说一些赚钱的方法。好，你们的观点非常的独到，不要害怕展现出来哦。展现出来不仅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很多人。也不要害怕去分享，你散播越多的爱，回馈到你身上的力量就越多。比如说你在这个知识点上帮助了其他人，你在其他不知道的地方会有小天使来帮助你哦，就是你方方面面都可以到位，因为其他人会援助你在你比较脆弱、比较不懂的这个环节。好，我们接下来呢，看到这个声音哦，它是藏式的一个颂钵，它有象征的这个律动感啊，音乐啊。好，声音前面是绘画，这个是声音哦。你们的内在的觉醒之灵啊，其实就跟这个藏式的颂钵的声音同在。这个颂钵啊，在灵修中已经使用了数百年了，它是作为静心冥想开始跟结束的一个讯号哦，所以他们是使用声音的这个震动来进行疗愈，来进行频率上的校准跟对齐。而这个女生呢，她正在处于歌曲中的某一个中间段的部分，她闭上眼睛，让身体感受到音乐的震动。那在窗外啊，有一个很漂亮的红色的这个雀鸟，它是很著名的一个会唱歌的鸟，不论是雌性跟雄性都会唱歌。它加入到你们的觉醒的灵魂中，跟你共同的歌唱，而且在唱歌中看到的你们的样子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从你敞开的心去开心的分享你们的这个歌曲哦，因为这个歌曲这个唱歌啊，它是很快的提供一个人的能量的一个震动的方式，而这个唱歌这个表达也是很大一部分给你们的心灵带来治疗的一个礼物。所以这组的朋友其实他就是要你去说话，你的喉轮哦不要被卡住的这个地方哦要被疏通了。好，一切都可以成为你的歌曲，不管你是不是五音不全，或者是说你抓不到这个旋律，还是你很会唱歌等等，你真的在任何情况下，在你的卧房，在你的浴室，好，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你都可以去用歌唱去作为你的一个表达。好，在车里，在这个淋浴间，或是让你感觉到舒服的地方，你们要去让你的声音与你同在，它可以去提高你的振动频率，还有你所在的空间的振动频率。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接下来你们就是可以会很放心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跟前面那张牌是有关联的。你不会受到打压，你不会觉得很卡卡的。你所处的这个环境哦，或者说你所处的这个工作环境，它是一个合作性的环境，它可以让你自由的发挥，它可以让你就是彻彻底底的，然后掌权，彻彻底底的负责，然后不会处于一个恶性的竞争。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你们所处的这个环境的能量是好的，那这个好的环境绝对是你自己所吸引过来的。没有人会去听你这个歌唱到底有没有漏拍漏词等等的，所以这个歌曲它并不是要去唱的最完美最正确，或者是说最怎么样，它只要你们快乐，宇宙的能量要你们快乐，你的快乐是一个感染力很大的一个影响力。你们不必是完美的音乐家或艺术家才可以去唱歌，才可以去创作，你们都有内在的这个神性，发挥力量，找回你的快乐。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宇宙的能量也在鼓励你们多去参加一些，也许下班的时候多去与这个艺术啊、音乐啊，或者是说什么样子的创作去跟那类型的人、那类型的能量场连接，它有助于你更真实的
认识自己，而你从中学习到一个掌握力量的方法，它可以沿用到你的工作，它会可以帮助你进行你的一个显化的力量。重要就是你要与你自己的声音连接，你不要觉得很害怕。有些朋友你们可能在这种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很多人的场合的时候，你的声音是比较小的，比较没有力量的，或者你讲你的观点不是这么的有自信。现在接下来这个能量不一样了，你会拥抱你自己独特的歌声，独特的说话方式，而且外在还有这个灵鸟，它会帮助你一起进行能量的提升哦。好，接下来呢，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书诶，所以你们这边有这个画图，还有音乐，还有书籍啊，这真的是3个宇宙提示的明确的管道，可以让你们从中得到显化的这个能量跟这种提高自己的频率。这边上面有超级多的天灯的。好，有些朋友如果你们是在做这种研究啊，或者是说你们的工作是需要写报告，需要有这种实体的这种知识的整理，知识的产出，或是说你需要处理大量的讯息，用这种智慧去判断下一些解决方案的话呢，好，其实接下来我觉得你们会工作得很顺哦。你的觉醒之灵已经帮你打开这本书了，你被宇宙能量邀请进入到一个丰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你可以尽情的吸收你所想要的知识，你可以去启动你的想象力。对你来说，接下来你们的学习很快速哦。如果你想要学什么样新知识、新技能，你会学得很快。如果你进到一个新的工作场域中，你也可以很快速的学习起来，你不用害怕，或者说不用担心说自己很弱，然后会落后别人很多。只要你去学习，只要你去吸收，你绝对可以去扩展你的知识的那个宽度还有深度哦，你会加深你对于这个知识体的理解跟认知。对你来说哦，学习或者说学新的东西，它不是一个苦差事，也不是挑战。接下来我觉得那个能量是你们很喜欢去学习，甚至觉得这个是上天给你的礼物，让你可以在这个场合，让你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去学习这么多的事情，就像是一本书一样，它带给你的感动远远超过这个纸张所承载的。很多朋友你们会透过阅读，不管是这个实体的，或者说电子书，或者是说什么样子的方式来获得新的这个知识，而且这里也有同样的，它也有一个传承。你们的这个知识最后呢，一开始你们是看书的人，最后你们是写书的人，再在最后你们是分享经验的这个传道者。好，那这个牌中这个灯笼啊，它象征的自由。为什么？因为当你有了知识的话，你就能够对你的生活更有的掌权者，因为你们会很多别人不会的东西，你们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解决能力的方案，因此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职业方向。你要留在国内，你要去海外，你都可以，或者说你要留在现有的这个组织，或是你要跳到其他的组织，你都有选择权哦。这个知识让你变得有选择权，你们可以主宰自己的人生，你们不会受困，不会觉得说我想要去争取那个，可是我不会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不会的，没有这样子的想法，也没有这样子的能量。这个天灯象征着你们是自由的，特别是在这个职涯领域之中，你们可以去找寻，可以去真心选择你们所想要的那个环境。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能量神谕卡哦。我们第一张牌是平衡天使哦。好，平衡天使它后面有一个金色的这个金字塔，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机会嘛。金色代表成功，代表金钱，代表财富，也代表这种很好的缘分会降临到你们的生命中。而这个平衡天使啊，这个美好的存在，它在金字塔前捧着一个会发光的液体，它提醒你哦，你们在接下来的这个生命中，接下来的道路中，平衡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这个平衡天使它也会帮助你达到一个个人的情绪上的平衡跟稳定。那这一组的朋友，如果你们在觉得很压力爆表，或者说觉得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呢，不要随便的下决定，要在平衡的时候，宇宙能量跟你同步的时候呢，再去
想你所设立的目标，以及呢再去规划你未来的一个方向哦。每当你认为你现在走的这个方向已经偏离你当初的设定的那个轨道的时候，你就召唤你心中的平衡天使哦，他会将他的意念传递到你的心中，因此你的直觉会引领你前往正确的方向，不会走着走着就偏离了轨道。那我觉得在接下来的阶段中，你们也会更加找到能够去抒压的一个方式，能够去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啦。你们不会说好像很焦躁，很多的压力，或是说想有的没的，有很多的烦恼。接下来你的能量啊，就是真的是很棒的，真的是很旺的。你会把自己的能量状态调整得越来越好，一切都会越来越顺利。好，平衡天使它也代表了某一方面的一个正义哦。如果说你们在等待有一个判决、一个官司的结果，这个平衡天使它会为你带来最后的正义，所以不要害怕哦，你们不会去失去你最后的胜利。如果你们是需要去补偿别人的那一方的话，他尽可能让你的损失降到最小。如果你是正义的一方的话，他会让你获得最大的成功跟胜利。这个是平衡天使的能量哦。好，它呢也能够帮助你去突破一些有毒的行为模式。你们绝对可以让自己的情绪还有生活往一个健康的道路去走。你们的心态在未来的能量中，我觉得就是很安详、很平和、很平静的，吃得饱、睡得着，不会掉头发，不会焦虑，不会说好像每一天起来都要心悸等等的，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你们很爱自己，然后宇宙也很爱你，他希望你过得好，是精神上完完全全的放松，完完全全的自由，而不是充满压力，然后好像充满很多你现在没有办法担负的责任哦。好，这个能量将会反转，你们的身心灵会非常的平和，离开哦。好，快乐的离开一扇门，放下过去的东西，前进。你们真的就是会有一个新天地啦，你们会从某一个现况中离去，而且你们身后啊，这个大门通往的世界哦，它是一个未知的未来，同时也是一个通往成功的未来。刚刚说过，你们会在十字路口做决定，这边有一张十字路口的牌，交叉路口的牌，最后你们选择了就会往前走。往前走呢，前往你职涯上，或者说关系上，或者是说什么样子的类型方面的那个长期的目标，工作上、感情上的一个长期的目标，你们已经准备好往前走。因为待在这个舒适圈很舒服，可是未来这个选项，新的选项更加的诱人，它是一个崭新的开端哦，它是可以让你去开启一个新的生活模式，它可以去让你连接你现有的学习到之后更大的能量。应该说你们的能量场不断的在扩大，所以旧有的环境、旧有的那个圈子真的已经不适合你了，因为你们已经长大了，你们已经更加有智慧了，你要去寻找一个更健康、更自由、更宽广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中的人们，他也愿意跟你建立友善的连结，无论是内在或是外在的世界，我觉得你们都有所更新，那个能量哦是不断的在前进，不断的在上升的。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幸福家庭哦。幸福家庭上方也出现了彩虹，所以我觉得这个幸福家庭哦，也是你们刚刚一开始抽到的这个能量牌卡中，就是你们心中期待的那个部分。这边的彩虹又再次的出现了。好，这个幸福家庭，它其实这张牌很明显的就预示着欢乐跟庆祝的时刻即将到来。你们会有这个跟亲朋好友在一起很快乐的玩的时光，还有一些看似很白痴、很幼稚，或者说很耍废的那个时刻，都可以为你带来最真实的连结跟乐趣。而且透过跟你心爱的人互动，其实可以让你的生命的能量带来更高的震动。过去你们可能因为比较忙碌，或者是说对于这个家庭的连接比较漫不经心，比较专注在自己的事业上，其
其实平衡天使啊也告诉你说，好，这些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也是需要你们优先去考虑的。那宇宙其实会帮助你在下一个阶段中，你们绝对会有时间去跟家人亲密的相处，去旅游啊，有更多的时间团聚，或者说结束一个远距离的状态。如果你们是单身的朋友，抽到这张牌哦，我觉得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个潜在的结婚对象，他会让你想要去跟他创造一个幸福的家庭，就是他会让你有一个安心感。可能你们过去在感情中一直都是很漂泊，或者说一直都想要不断的移动，不断的去看，不断的去尝试。可是这个人呢，他身上有一个比较恋家、比较稳定的气息。你会觉得你跟他可以互补，他可以让你比较害怕的心，或者说那个情绪安定下来。那也有一些朋友，少部分的朋友，我觉得你们遇到这个人哦，或者说你们现在本身哦是带着孩子的，或者说你们遇到这个人，有可能他是带着孩子的，这部分就少部分的朋友也有重组家庭的讯息。但是这个重组家庭，你们的相处起来也是可以过得很和谐，可以形成一个幸福的家庭。那有一些朋友，如果你过去对于外在的某一个事件、某一个情况、某一个人有很严重的敌意的话呢，你们会随着你的直觉来引领你，他会去修补关系，修补你跟你自己的关系，修补你跟你伴侣、朋友、兄弟姐妹的关系。无论每一段关系，它最后的这个议题其实都引领，就是宇宙希望你爱自己，宇宙希望你放下过去的一些恩恩怨怨。当然要你真的自己疗愈好自己之后，你觉得时间可以了，你再放下。因为有的时候把那些不愉快的东西，或者说一直抱住，其实会让你心里可以接受爱的空间更加的小。所以只要你们疗愈好这个阶段完成之后，我觉得你们真的就是放下了，敞开了，你愿意去创造出更美好的快乐。这一组牌的能量，你们是通往幸福的能量，你们会开始对于你的生活有更加的明白，你会变得更加的健康，灵魂会更加的健康，你会确确实实的看到自己有好的转变。而天使给你的祝福就是希望你身心灵都平衡，希望你身边有喜爱你、真心对你忠诚的人围绕在你的身边。好，那你们过去的那个阶段，疗愈的阶段哦，那个康复的阶段会完成之后，我觉得你们就会离开现在某一个旧有的模式，或者说某一个情绪的这种旧有的惯性思考。那接下来你们是会去展现你们的光芒的，周遭的人都会被你的这种美好散发出来的这种光芒、这个魅力所打动。其实我觉得你们真的是非常吸引人的。你们前面有圣杯皇后，然后这一张牌有这个穿着桃红色衣服的女孩就是整个大家都会很爱你不管认识你或不认识你的人，就是被你的举手投足深深的吸引着。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对你们有帮助哦。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能量有对应到你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第二组的好运能量。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一下，好，新的一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呢，在这个新旧能量交替之际你们会有什么样子的好运降临到你们的生命中？哪一方面的幸福与财富之门即将打开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目前的一个状态是如何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好，首先呢，第一张牌是这个意志意志力。好，这一张牌呢，哇手上拿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好像金色的东西宝物、宝藏。那他的头上也有一个好像很漂亮的闪闪发光的一个装饰品，很美丽、很贵重的一个饰品这张牌在说什么呢？好，你们呢已经下定决心要让自己过一个好生活了，对不对？你们呢你们已经下定决心了，很多事情你决定要有一个新的开始，你决定要掌控自己的生活，你希望你可以
坚持下去，你们拥有自我的意志，而你们的自由的意志选择了成功哦。我看到这一组的朋友，你在目前的生命中啊，你下定决心要有所改变，有所革新哦。你们认为对的事情就会去坚持，而且你会越来越感到，你会发现坚持后的自己原来很厉害。过去你认为没有办法克服的事情哦，其实一一都被你突破了。我看见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已经走在一条对的道路上了，你们开始爱自己，开始对自己更加的有自信，有自信之后能够去实现更多你原本只能去空谈的那些梦想哦。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是有很坚强的意志力，踏出去，你们愿意踏出去，接下来你们坚持下去，就会离成功越来越近了。好，过去啊，你们可能是属于那种内心比较脆弱，然后在外面呢，可能别人不小心戳你一下，就会受伤，或者是说你就会很生气，想要跟对方吵架，比较火爆，或者是说就是很容易被别人的言语或行为刺激到。但是现在我看到你们的状态已经越来越平和，外在的那些流言蜚语已经伤害不了你了，因为你的内心越来越坚硬。其实你越来越坚硬，表现在外，对于外人的那些反应啊，你不再随之起舞了，因为你自己就给自己很大的一个力量哦。你们开始更加的专注于怎么得到你们所想要的，仔细的专注在生活中显化出你想要闪闪发光的东西。比如说在感情上，我看见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如果是单身的话，你们会把焦点放在如何让自己显化出你理想的伴侣，而不是呢透过一些魔法的手段去想要影响这种前男友前女友的意志，让他再次的爱上你们。因为你们知道不要去干涉其他人的自由意志，事实上其他人的自由意志也是干涉不了的。如果真的前任前男友前女友是你的理想伴侣，你也会很有信心的发现，其实他们很快的就会回到你们的身边，而且他们会自由的回到你的身边，并不是你去显化什么魔法，而是因为你们本来就是适合的人，宇宙会将你牵引在一起。那如果呢，你这个前任啊不是很适合你，不是一个好东西的话呢，你们将会去吸引更适合你的人。不管怎么样你的人生就是会往一个赢者的道路去走，你会获得最后的成功，你会有效的运用自己的意志，评估什么是想要的，然后很快速的将他们吸引过来。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已经在显化的道路上咯。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张牌是界限界限呢，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开始判断生命中生活中什么东西是你需要的，什么东西是你不需要的。特别是说在做人生重大抉择的过程中，要不要转换职涯的跑道，以及要不要跟这个感情对象继续走下去，或者是说你要不要转换一个生活的地方啊，你要不要就是换城市，或者说换到海外去工作生活等等的。好，很多的选择放在你面前的时候啊，其实你可以去判断哪些是你需要的，哪些是你不需要的。这个代表说你们生命中的很多的机会正在到来你可以去画一个界限，去做一个筛选。好，你可以去教导人们如何去对待你，你想要去显化就是你心中所想要的那种人际关系对于不健康的不舒服的，我看到你们会开始清晰的说不好，过去你可能会比较能量被分散，比如说你会让别人入侵到你的生活中，或者是说你的生活被切得比较零碎。接下来我觉得你们越来越保护，越来越有意识到自己的时间跟金钱是很珍贵的，你只想要花时间陪伴那些信任并且支持你的人你可能会越来越就是集中精神在跟少数你值得信赖跟信任的朋友相处，并且对于那些会消耗你能量的小人，或者是说就是会伤害你能量场的人，你会远离他们，而且你会非常的敏感，就是一
一开始跟这个人碰面的时候，你就明白说，这个人不对劲，你要跟他保持距离。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越来越有意识，在你的生命中画一个像是这样子的泡泡一样能量场来保护自己哦。好，你会设立一个界限，给自己一个恢复的空间。所以这两个牌结合在一起，就是你们更加有意识的选择去照顾自己，这个是你们现在的状况哦。你们更加的去倾听你们身心灵的状况，然后去剔除掉那些负面的杂音，去面对真实的自己。其实你们好像越来越去回归一个比较简单的生活，回归一个比较能够依照自己内心随心所欲的去打造的那个生活。也就是说，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每一天都在下判断，那这个判断是为了让你接近更真实的自己。所以今天呢，听到牌的此刻，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让你更爱自己，设立一个健康的界限的一个更好的、很好的一个开始哦。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张牌，它是一个植物的这个女神哦，她紧紧的用它的根缠绕住这个地球哦，它正在成长，它正在茁壮哦。好，这张牌标示着你们的能量哦，正在随着时间越来越长大。接下来呢，我看见你们的生命中方方面面都会充满了安全感，就会有一个扎根接地气的感觉。你不会感觉到你是空着，你是飘在天空中，你不会感觉到你的心一直都是找不到地方可以落地的。就是说，接下来啊，其实在财务方面，在人生规划方面，在事业方面，以及在人际、在感情上，你们都会找到一个可以明确落地、明确安心的方向。你至少知道怎么走，然后要做什么样决定。你们脑海中会有非常清晰的蓝图，知道要怎么样子的选择。也就是说，你们的生命哦，人生中方方面面都会很接地气，感到很踏实。有些朋友这个踏实感来自于你们终于拥有属于你们自己的房产，或者说你终于成家了，有一个人跟你在一起生活，你不会觉得你是漂泊的。或是有些朋友，你们在财务上已经打造了一个安全网，你知道就算你临时好像生病了，或者是说没有工作了，或者是说失去了就是感情上有什么变动，你也不会活不下去。你可以靠自己打造的这个存款组合、投资计划、被动收入等等的，你们是可以不用担心金钱而继续可以生活下去的。所以呢，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就是不断的在方方面面都开始长大，而且这个是接地气的长大，随着时间越来越强大。那另外呢，我看到是有一些朋友，你们会得到来自专业人士的帮助哦。这个专业人士啊，他是能够提供你一个我觉得是蛮跳跃式的一个思考，跟你原本就是想都没有想到的方向，可是那个却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可能这个是关于医疗、关于法律、关于房地产等等的，或者是关于财务等等的一个专业的建议哦。它是有点好像很大的扭转你原本的那个思考模式，然后你会发现原来可以这样做，原来有这个办法，原来我不用当无头苍蝇，我不是走到死路的，我原来是有方向的。所以这个人提供的见解也有点像是让你的思考，让你的知识层面一下子就长大了很多。好，接下来发光的这张牌是满月这张牌哦。好，这张牌其实我有看见这一组的朋友，这个满月的光啊，给你们带来未来无穷的希望哦。而且这个希望很多是财务上的丰收跟富足，因为这边有很多的水果。好，你们是非常有潜力、非常有潜质的。过去啊，你们在之前凭着你们意志力种下的那些种子啊，你们去努力耕耘的那一些，好像那些农作物，好，接下来就要收获了。这边有各种的水果，不同的水果可以摘采，葡萄啊、苹果啊、草莓啊，各式各样的，你们要什么都有什么。所以我看到的是丰收的喜悦。你过去所有的意志力、所有的设定、所有的意图、所有的努力都导致都会成就
最后丰收喜悦的成果，所以你们一定能够去实现你们心中所想要的那个理想版本的自己哦，或者是你过去在冲刺在投资的项目，最后会给你很多很好的一个回报。这张牌啊，它也有一个在庆祝的标志，庆祝的意涵哦。好，不止你庆祝你的成就，你身边还有其他的朋友，其他的这种伙伴啊，一起去庆祝你们的成功哦。它可能是一个欢迎会，庆祝你进入到某一个圈层，或是它是一个感谢会，庆祝你的这个成就。因为你们的成就真是多到满出来，是可以帮助其他人的。也许其他人是给你一个感谢会，也有可能身边的朋友去庆祝你人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一个时刻哦。那你们的这种丰收啊，真的是一路以来哦，你们长时间的努力、辛勤工作以及长时间的投入，遇到困难挫折还是持续的坚持，并且有所自我牺牲才达成的这个丰收，真的就是理所当然一定要给你们的嘛。而且我觉得你们有个很棒的能量，就是你们可以庆祝成功，并且与他人分享成功哦。有些人会给你举办这种 party 啊，唱歌跳舞去欢迎你，或者有的人会举办一个小型的聚会来庆祝你达成了克服这样子的困难，达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成果。有些朋友你们收获的是身体上的健康，有些人你们收获的是财务上的丰盛跟富足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看到下面的牌哦。这张牌是和平的烟斗。好，和平的烟斗在这个原住民的传统中，它是一个装满神圣烟草或是草药的一个烟斗，然后它呢代表着寻求一个和平。如果你跟某个人吵架的话呢，你们为了要放下共同的分歧，或者要放下这个纷争，就会使用这个和平的烟斗来分享这个烟斗，借由释出善意，然后也寻找一个好像这一次事件可以落幕的一个共同的和平的解决方案。所以呢，出现这张牌宇宙要告诉你们呢，如果你过去跟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团体、某一个组织，你们有一些不愉快的状况，有一些伤痕的话呢，宇宙要来帮助你弥补跟协助你处理这件事情哦，你不再需要独自背负这个重担，宇宙会帮助你修复你跟其他人的一个关系。好，会为你们两方都找到一个和平的方案，你可以暂时放下这个重担，并且稍微离开哦，因为宇宙会在你们断掉的地方去修补。如果那个桥梁有一些地方是很脆弱的，宇宙也会帮你重新的打造它的结构。好，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可能你内心有一个伤口，它是需要被原谅的。你要先去看见你的伤口，这个原谅，这个治愈才有可能发生。当你原谅你自己之后，才有力量去原谅他人，才有力量去转换你内在的不满。你们如果有对应到这张牌的话，你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做。好，你要真的是愿意啦，去看见自己的伤口，拥抱自己的伤口，去原谅过去的那个自己，拥抱过去的那个自己之后，你才会有力量去拥抱在这个关系中连接到的另外一个人。你们的原谅对另外一个人来说是有强大的力量的，其实他内心有一些纠结，有一些悔恨，有一些话想要跟你说。所以这一组的牌，这一组出现的这个牌真的是宇宙能量在告诉我们说，其实有一个人你跟他断开了连接，这个能量宇宙想要帮你们重新的恢复，重新的连接起来。好，重新的弥补这一段关系。宇宙会帮助你去解决跟某一个人未完成的一个情境，因为你们的关系走到了一个地方有断裂，或者是说你们两个想法很不一样，吵架了，宇宙要帮助你修复，帮助你们恢复。很可能你是跟你的伴侣、你的朋友或你的家人，有可能是工作上的某一个人，你们就是产生了严重的不愉快，那这个不愉快其实会让你很不舒服。宇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你心里可以舒服，也借由修复这一段关系，其实会让你
就是让你们双方可以取得一个双赢共好的一个局面。特别是宇宙很关心你内在累积的一些伤痕，所以宇宙才要用这个和平的烟斗来帮助你。好，第二张牌是东方的守护灵哦。这张牌的出现代表说新的开始已经展开了，就是在你看到这张牌卡的当下哦。好，旭日东升，太阳的能量已经升起了，你们的生命中即将发生一个新的循环哦，请你们把过往的那些不好的东西丢掉，放下，立马放下过去不愉快的事情，重新开始。宇宙也告诉你说，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情哦，不会再重复了，未来你都不需要再经历那样子的痛苦了。好，在原住民的传统中，方位是受到尊重的，他们相信每一个方位都有相关的灵魂召唤。那今天你们的牌卡为你们召唤出的是东方的守护灵，在伟大的循环中，东方是日出的方向，它也跟春天播种或出生，还有月亮的这个盈满以及新的开始相关哦。所以你看一下跟上面的能量是不是很符合呢？你们就是丰收的牌，你们就是新生的牌，这张牌就是一个旧有的循环的结束跟新的循环的一个开始哦。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如果过去有一些环境场景人事物已经不再满足，不再符合你现在的能量频率的话，宇宙请你们放开，不要紧紧的抓住那些旧的，而是选择航向新的方位，新的水域。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恐惧，可是最后呢，你绝对会很自在的在新的地方开心的跳舞，开心的打滚，因为在新的地方会有很多美好的机会诞生哦。好，那在这个东方你们有可能会出现哦。刚刚说过，你们生命中会出现一些专业人士来帮你，他很可能会出现在东方，或者是说，如果你们要做一些抉择，你要租屋，你要选择房子，有很多个物件在考虑，你可以考虑相对的比较东边的这个方位的房子。那或者是说呢，你会收到一个来自比较有东方文化或是这种东方传统文化的这个人给你的一个建议，或者是说他是一个有东方的这个色彩文化习俗的人哦，他会帮助你解决你目前的这个困难。好，这张牌要告诉大家每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你们也可以闭上眼睛，站在东方，感受那个独特的能量。好，接下来呢，这个是这个受伤的这个治疗师哦。好，这张牌有超级多水的能量哦，代表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跟水真的很有缘，可能你们星盘中有很多水的元素，或者是说呢，你们连接到水的时候，就特别能够去治愈，能够去放松，因为前面这个种子发展成大树，或者说结成果实，也是需要水嘛。水真的是能够滋养这一组的朋友，所以多喝水。还有可能你们就是比较压力大的时候，可以去游泳，可以去泡澡，或是去看看海，它会让你心灵平静下来。这一组的朋友，水可以去治愈你们呢，而且它呢能够你们在接触水的时候，宇宙可以透过这个水来传递活力跟生命力，流向你跟流经你。每天洗澡的时候其实就是一次能量更新的时候哦。很多朋友你们本身就是一个自我疗愈的治愈师哦，有的时候你自己其实不自觉，可是你们的一句话，一个行为，一个微笑，其实就正在为其他人进行某一场生命的治愈。好，这张牌的出现代表说，你生命中的任何的问题需要解决的状况都已经正在解决中，宇宙都已经正在处理中哦。而且你被满足的这个愿望，不只是满足于你自己，还包含，因为这个水的能量是扩散的，除了你自己的问题被解决之外你的家人，还有跟你亲密关系的人的那些愿望还有问题哦。那些愿望都会实现，那些问题都会慢慢的被解决。接下来这个伤口会慢慢的被治愈。
你们过去觉得是你身上的那些缺点不好的地方，在未来啊都将成为你们的保命符，或者是说你会换一个角度去看待你的缺点，你会发现那个其实是一个很棒的特质。比如说你们如果过去是属于那种比较不争不抢，然后比较不敢大声说出口的人，也许你会觉得你丧失了很多的机会哦，可能在一群人当中跑得比较快的人可以去拿到那个奖赏，或是得到那个好处。可是呢，接下来新的情境会告诉你，你们的这个小心谨慎哦，你们没有冲第一，其实反而是好的，因为也许前面是一个大窟窿，是一个陷阱哦。跑得比较快的人，他也没有想清楚，然后结果不小心就跌倒了，还是怎么样？过去你认为是你的缺点哦，反而你现在在新的大运开始，你会发现哦，它是可以帮助你的，你不再把你的缺陷视为缺点，相反的，它是你值得珍惜跟真爱的特质哦。这一组的朋友，不管你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哦，过去都不等于未来，你不要用你的过去来框架你自己，而且你生命中曾经出现的裂缝，那些都是可以让水、让光进入你灵魂的地方。你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因为宇宙非常的钦佩你，你们是经历困境、经历困难而生存下来的人，在经历的困难中，你们的受伤绝对可以得到医治哦。宇宙要让你在最难过的地方去给你最深的这个治愈，所以不管是内在或外在领域的那个伤痛、那个伤口都可以得到解决哦。你们每经历过一个关卡，每经历过一个伤痛或者是挑战的时候，其实你们都会从那个情况学习到什么，得到什么，所以你们的力量真的是越来越成长，越来越茁壮。你会发现世界对你越来越温柔，是因为你本身的强大，其实你已经不再去惧怕什么了。当你强大之后，别人反而要向你低头。你们的能量就是这样子，越来越厉害。好，这个是老鹰的一个药哦，老鹰的药。你们跟造物主跟天堂领域其实有深厚的连结。老鹰是飞在天空中，它有能力以更高的角度来看待事情哦。这张牌代表说，你们开始有能力、有权利去纠正世界上的一些不公平。特别是如果你们有一些法律的纠纷的话，我觉得你们是最后胜利的一方。而且得到这个胜利哦，不止你身边的家人也会非常的开心。这个老鹰的药啊，我觉得你们会成为一个能够去下关键判断力的人哦。你们不再是一场争斗，或者说一个纷争中那个被动的反应者或是受害者，你会站出来，选择去讲出真相，而且其他人会去欣赏你的直爽哦，因为你们确实是站在一个很有利的位置来看清楚这个世界的真相。老鹰是一个很神圣的鸟，它能够有高飞的能力。这张牌告诉大家说，你们真的是内在是有能力的，你有克服任何逆境的力量，而且你们跟造物主有直接的连接哦。你们的许愿，你们的这种心愿宇宙听到了。而且它会根据你的最高利益来回答，因为有的时候你许的愿望可能只是你当时想要的，可是对于你长期的人生而言不见得是好的。比如说，如果你许愿想要跟某一个好不好的人，就是想要继续跟他在一起，宇宙如果明白说，这个是你的自由意志没错，可是如果宇宙明白说这个长期下来会伤害你的，也许他会稍微延缓一下，因为他真的是要去从你最高的利益去着手，给你这个愿望清单的，要让你可以笑得长长久久嘛，所以宇宙接下来会实现你的这个愿望哦，会让你得到命中注定应该得到的东西。你会觉得长久以后，你的人生从此以后有一个长久而来的安定感，你不需要再去为很多的事情担忧烦恼，也许你们会找到一个
工作，这个工作是可以做得长长久久的，或者说你们创业找到一个获利的模式，找到一个利基点，你知道这个东西是足够可以去养活你一辈子，甚至是可以吃3代，是可以传承下去的。接下来你们的能量就是非常的有动力，而且有安全感，你们非常有自信，才可以飞在天空中哦。你们能够以一个比较高的视角来克服你所面对的处境跟障碍哦。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内在是有安全感、安定感跟力量，深深的扎根，跟地底扎根。这个是你们未来接下来面对生活的心态。好，在视野上，我觉得你们就是看得更高，跳得更远。不再会拘泥于某一个小框框，很多的小事，很多的纷争，你不会再去计较，不会再去生气了。这张牌是山羊跟柳树，这是一张克服障碍的牌，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绝对可以在生命中面对阻碍之后突破阻碍，你们的这个收入会变得越来越丰盛，因为工作突破了一个好像可能面试的一个对你来说是挑战嘛，之后你的财务状况会变得很好，会源源不绝的得到一个丰收，得到一个丰盛的一个状况。好，那山羊它也是一个平衡的象征，它会跳跃，而且它不会轻易的停留，它的这个能量是优雅的，是灵活的，所以山羊代表说你们是可以很好的运用你们的能量来平衡，你们在遭遇困难的时候，你会把损失降到最低，然后在可以发展的时候，你可以把利益最大化，就是有一点可以去避免将损失极小化，然后将利益最大化，所以你们的生活可以达成一个平衡哦。下面这一张牌这个是野兔跟橡树，这张牌新的机会这个兔子它是生育的象征，而且它也是爱的象征，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有可能感情上有一个人要来了，那这个人来的时候少部分的朋友，你们可能很快就会有小孩，或者是说很快也有人会先有后婚因为你们就是充满了爱。好，那这个兔子是一个很丰饶的一个象征那这个橡树呢，它也是代表生命之树它是一个圣树所以代表说这个是值得庆祝的好运到来。你们过去的付出都将得到回报。如果你过去是在感情中属于付出者的角色，你的牺牲绝对会得到实际的回报。如果你在工作中过去有所投入，这个投入将会化成实质上的一个金钱你的工作、你的努力，或者说你的学业成就的表现，绝对会按照你预期的方式来得到回报。还有这个巨大的能量跟多产，可以多子多孙的这个野兔它还可以就像前面，它可以帮助你度过难关，而且它还可以带给你新的机会耶。你度过难关之后，你会发现人生中有无限的可能。宇宙不止不会为你关上窗，它还会为你开窗的同时，还打开了其他很多的窗，很多的可能性。你们会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开心好，有自信野猪跟南瓜一样是丰收。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就是丰收的一组牌。在金钱上，在人际关系上，因为人际关系有和好的能量，你们真的是各方面的好运丰收都要到来耶。这边有南瓜跟野猪，南瓜就是象征着丰饶、健康跟韧性，还有这个野猪，它有这个很锐利的獠牙，它是有攻击性的，两者结合起来就展现了你们的自信。所以你们接下来的能量非常的对自己有自信、坚定，你们受到攻击的时候也不会退缩，因为你们前面就是有老鹰的药嘛，你们能够很锐利的指出别人的错误，就是你可以看出这个人行事逻辑有问题，就看你要不要讲而已。
你不讲就是给他一个面子，给他一个余地。你要讲的话，真的是会一针见血哦。任何人试图要伤害你、羞辱你等等的都没有办法成功哦。你们是非常有自信的，你们的理论根据哦，你们的理论基础，你们的言论都是有那个逻辑性的，并不是凭空说出来的。好，那这张牌的出现啊，如果你们过去健康状况有一些长期困扰的这个救济，我觉得在健康上它也会有一个好转，特别是因为你们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好了，其实精神会很直接的连接到你的肉体，就是当你精神萎靡的时候，这个肉体可能也会状况不是很好。那接下来我看到就是你们能够去解决你健康上面的问题，其实你们身体本身的这个素质本身的能量是还不错的，可是过去可能真的是被压抑了，被其他人侵犯了，可是现在你拿回你的主导权之后，你们整个精神亮丽起来，你们的这个肉体也更加的有活力。而且南瓜它是有很厚的皮，野猪呢则是有很厉害的一个勇气，这个就是你们接下来转运之后的一个模样。你过去可能就是脸皮很薄，然后被人家欺负啊也不敢讲，忍气吞声，可是接下来就是不怕。南瓜的这个皮是很厚的，然后你又有自信，真的是你是对的，你维护你的权益，就是在维护正义，伸张正义。你们要去做对的事情，维护自己的权益就是一个对的事情哦，无所畏惧，然后又保持自信哦。接下来你们生命中会有很多事情让你觉得很自豪，很有成就感，这样子的能量哦。不好的时刻真的在过去已经完结了，你过去的那个债啊，感情债啊，什么什么债啊，那个东西就已经停止了。好，从今天你看到这个占卜之后开始，你整个人啊活力就要动起来了，你整个人的状态会变得非常好。如果你以前都不容易睡着，或者是睡着以后很多的噩梦还会惊醒的话，接下来你们会睡得很安稳，很香甜。好，这张牌是龙眼跟黑胡椒，它是一个火跟热的象征，所以你们这一组牌有水，然后又有火跟热，也有火元素。龙眼跟黑胡椒在讲什么呢？它其实是在讲说你们这个能量要爆发了。黑胡椒它有一点点辛辣的口味嘛，然后龙源在这边也代表火的能量，代表说好，你们的这个生命中源源不绝的能量就是要到来，突飞猛进。当你的身体经过疗愈，经过修补之后，你们就是要一飞冲天，冲起来，动起来了。你们会站稳你的立场，去争取你所想要的。你的这个整个人啊，不再是这种很弱不禁风，或是很容易就是被风吹倒的模样。你过去可能在这个领域中比较低调，或者说比较怀才不遇，比较不敢去表现自己哦。可是在新的这个大运中哦，你很懂得去争取发言，很懂得去运用自己的特长来得到机会，很懂得去保护自己，然后再争取利益，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哦。新的机会正在等你，为了实现它，你就是要保持你的灵感，保持创造力，然后去取得你最好的一个成就。这张牌我觉得你们真的可以去到达你想要到达一个很高的位置哦。也许是你的这个知名度，你做了什么样子的影片，或者说你说了什么样子的话是被大家一直转发一直按赞的，或是说你举办了什么样子的研讨会，很多人来参与，或是你开发出了一个什么产品，做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它是受到大家所拍掌，就是你真的是替我们解决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耶。你们的能力跟你们的视野将被拓展，将被提升。然后在这个前面就是你先好好照顾你的身体、身心灵，你的身心灵修复了之外你还获得了自信，然后你们还有能力往上跳、往上爬，你看得更加的清晰。很多朋友你的第六感跟直觉力会大开，就是以前搞不懂的事情现在都搞懂了，以前就是被困在这里，别人讲话你就被他唬得一愣一愣，现在完全不会了，你就是
很聪明，很有智慧，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样，以及你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找到谁，要资源。接下来你们整个人的能量是爆发来的，所以你们会为自己的自信深深的感到骄傲。你们身上有很多的武器可以应付各种状况，你们就是一个蓄势待发的状态哦。你们的精神能量很好，而且你们的财富运也非常的好。这个财富运就是你们实打实斗所获得的，别人真的没有办法去小看你。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能量神谕卡哦，你们的能量中有什么要关键注意的好消息呢？好，第一张牌是第二脉轮大天使雅利尔出现了。这张牌代表亲密感跟创意哦。你在跟这个大天使雅利尔的能量共振之后，它会他的身体会发出橘色的能量哦。这个能量也跟前面这个火的能量是可以共振共融的。我觉得你们会被很多的爱跟包围，很多的创意跟包围耶。接下来你就是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自我表达你的创意，以及开发出你之前没有发现的潜能。好，也许是你过去有兴趣，但是你只学了一半，可能是画画，可能是某一个手作，或是说什么样子的语言等等的，然后你现在有更大的动力跟心力去完成你过去开发到一半的事情哦。特别是我觉得你们的语言，你们的自我表达会被刺激到，你能够去说出自己的真心话。这张牌也代表你跟亲近的人连结的就是那种亲密感。你跟你身边的，如果你有伴侣如果你有这种很亲密的恋人的话，你们会在情感上更加的亲密，在心灵上更加的亲密。那如果是在朋友的话，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个可以共振共鸣的友谊哦。好，它是可以帮助你身边出现的这些爱人或者说这个伴侣这个朋友它真的是可以帮助你去探索自己，去开发你自己。在你跟他互动的过程中，你又更加的认识你自己了。这个亲密关系的能量会让你感到非常温柔，非常舒服。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温柔的爱的能量将你包围。你可以在这个当中感觉到你是被照顾，你是被滋养，你是被关怀，你是被接纳的。好，接下来呢，握着爱心的女人，这个女人好性感哦。好，身上有一只锐变的蝴蝶哦。首先呢，如果你是男性的话，有一个我觉得有点性感，然后看起来非常有魅力的女性哦，她要来到你生命中，她要跟你一起处理很多的实际上的问题，比如说家庭的问题、小孩的问题，或者是说你目前遭遇到的一个困难，它是握着爱心来帮助你的。好，那如果你在听这组牌的朋友本身就是女孩子的话，我觉得这个头上有蝴蝶装饰的女孩子，然后这个迷人的有魅力的能量就是你们哦，因为你们已经现在变成是一个心平气和能够去接受爱的一个状况了。如果你们过去有一些家庭的问题，一些家庭的纷争这张牌的出现也预示了这些问题，家庭的问题、家族的问题、跟家人有关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而且你们是一个有直觉力的女性哦，如果听牌者是女性的话，你们绝对是一个有直觉力而且感知力很敏锐的女性。你们能够去了解人生中的酸甜苦辣，你能够去带着一双智慧的双眼来看待处理生命中很多的一个事情哦。好，所以这张牌我觉得你们在家庭还有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会得到解决。那如果是男生朋友的话，有一个很棒的新的恋情哦，魅力的女人即将来到。少部分的朋友你遇到的人他是旧人哦，但是他出现，如果他再次出现在你的生命中，他是要来帮助你，他是要来给你爱的。好，下一张牌下一张牌就是钞票充满丰盛之门，有一个门打开，然后这个门背后全部都是钱哇哦，你
在这个财富跟职涯上会到达一个新的高度。你看这个门啊，它是朱红色的这个门，它是贵族家的那种门，然后它的门把上还有一个金币哦，它代表说你们即将要通往一个很闪亮很明亮的所在，前方就是一个用黄金打造的城市，所以你们得到的金钱不是只有开门所看到的那一点点，还有背后它是整片的黄金山，所以你们真的是要把这个门打开。现在这个门已经半开了，你们已经看到曙光跟看到希望了。你们在做的这件事情啊，是有潜质的，是有发展空间的，持续做下去，你持续的付出你的辛劳，然后付出你的努力，接下来就有机会，一定可以把这个财富之门完完全全的打开，这个力量就在你们手上，只要你们去打开，只要你们准备好去跨越这一扇门，其实这些财富啊是你应得，而且必定要得到的。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哇哦，好帅的一个男生，手上握着水晶的一个智者哦，他在一个拱门前哦。好，这个男生看起来也是，看他的衣服跟他所处在的环境，他应该也是一个贵族的权威人士哦。好，这样一个贵族的权威人士，他很可能是一个老师啊、专家、顾问等级的人，他出现在你的生命中，是要帮助你解决、指点迷津的，或是说在你的心理、情绪层面给你一些建议。而这个人他可能会让你在这种个人的私生活过得更加的好，或者是说在职场上协助你大放异彩。那有一些朋友，这个出现的这个男生啊，很可能是你的新恋情的对象，这可能是如果听牌的是女孩子，或是说如果你们是男生，但是你们是同性恋的话，这个有可能是一个你们的新伴侣的形象哦，感觉上是有点斯文，但是非常的聪明的一个人哦。新的这个男性，好，新的男性的友人，他可以提供你很多方面的讯息哦，足以改变你的人生的一个新的技能、新的课程、新的体系、新的学科、新的疗愈方法，它很可能会帮助你去在你现在的领域上更快速的学习，或者是说给你提供你一些意见。所以呢，不论是阴跟阳的能量，这一组的牌都有出现，男性的贵人跟女性的贵人都有可能，那也有可能的贵人就是你的这个伴侣哦。所以这一组牌就是全方位的一个好运，还伴随着恋爱的讯息到来，很棒，很不错。所以这一组的朋友真的是从接受到牌，听到这个牌开始，你就可以去观察一下接下来你的人生的剧情会怎么样发展。这个贵人究竟是谁？这个神秘的这个男神，神秘的女性究竟是谁呢？可以去看一看。好，迎接这个财富之门，迎接属于你们的钱，属于你们的胜利。好，以上就是有关第三组朋友们今天的解牌啦。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你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好运，领取第三组的好运能量。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